王婶，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他衣领怎么这么低？我妈说只有不正经的女同志才这样穿。我不是在宿舍写论文吗？怎么会有男人？宋洛英脑海里顿时涌入大量记忆，这才悲催地发现自己穿越了，而且穿越成一本年代文里同名同姓的炮灰女配。原文中相亲对象移情别恋女主刘美玲，她咽不下这口气，一心只想找个工人跟女主一较高下，最终找了个妈宝男，连生3个女儿，被婆婆嫌弃，丈夫毒打，落得个凄凉下场，生命定格在了25岁。洛洛正经的很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是高中生。我妈说我是工人，不用给女方彩礼。我妈说儿媳妇要听话，不许顶嘴，不许拿东西回娘家。我妈还说要生5个儿子。你妈，什么都是你吗？你是没断奶吗？什么都要带上你吗？你是怎么说话的？我说的是大实话，像你这种妈宝、愚孝、没主见的蠢货，结婚就是祸害别人。洛洛，少说2句。王婶，你们媒婆怎么只捡好的说？就这，还优秀男，长得没我高就算了，还龅牙，眼睛也小，都快成一条缝了。你是不是对长得俊有什么误解？洛洛呀，他可是工人，吃国家粮的。你知道现在的铁饭碗有多吃香吗？我是颜控，长得不好看，哪怕对方是官老爷，我也不喜欢。这傻姑娘今天是那根筋搭错了，还官老爷，这么一闹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就你这胸样，没人敢要的，当一辈子老姑娘吧。关你屁事。有意思。霍思潇，你不会是喜欢这种吧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同志，我叫霍思潇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对象，老家在京都，目前在秦省干事部队，今年24岁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这人五官俊朗，身姿挺拔，很会长吗？每一处都长在我的心尖上。不行，我得正经一点。如果我跟你妈吵架，你会帮谁？我跟家里人不住一起，一般情况是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就算有，也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有调节好你们的关系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是我看上的，我家人都喜欢，不会为难你。不错，我叫宋洛英，今年18，是沙坝村的人，家里父母健在，上有3个哥哥，1个姐姐。如果现在结婚，可以随军吗？可以。霍思潇见宋洛英同意，当即让韩志远去找他那在纺织厂当主任的舅妈。你来真的？婚姻大事能开玩笑吗？我只有3天假，要尽快办好。对了，让舅妈多拿点票过来。王婶被霍思潇的神操作惊得说不出话，直到韩志远离开，他才反应过来。刚穿越就相亲遇上妈宝男，句都是他妈说。作为新时代女性，我自然不惯着他，不出意外相亲黄了。但隔壁桌的军哥哥却觉得我十分有趣。你真的看上洛洛了？我想请你保媒，可以吗？有钱赚，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王婶笑着把宋洛英的祖宗18代都交代了。霍思潇一边听一边点菜，有烧鸡、红烧肉、酸辣鱼、西红柿蛋汤，还有一个青菜，一共花了6、7块。我第一个乖乖，临时工1个月工资也才10多块，这一顿差不多花了一半，也太舍得了吧！老娘给你说没，连杯水都没喝到，小里小气的。妈宝男冷不防听到这句，一张脸臊得通红，只好灰溜溜离开国营饭店。你这种见异思迁的女人，倒贴给我都不会要。点这么多太费钱了，年轻人不当家不吃柴米贵，结了婚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。婶子，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王婶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她像800年没吃过东西似的，狼吞虎咽的模样直让人咂舌。太好吃了，不愧是国营饭店，每一道菜都好吃。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84、62、86，不胖不瘦，很标准。什么意思啊？3围啊，胸围、腰围、臀围。宋洛英后世来的，觉得这些没什么，但对于70年代土生土长的霍思潇来说，这个话题有些露骨了，不免俏脸一红。以后别当着其他人说这些。行，不跟其他人说，只跟你说。霍思潇的脸更红了，沉寂已久的心也跟着砰砰直跳。要命啊，对象太会聊，扛不住啊。我这媒婆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这边刚吃完，韩志远就带着舅妈刘桂凤来了。她可是实打实的颜控。丫头，你是怎么长的？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脸蛋，都快把我迷死了。舅妈，路上志远应该跟你说过是怎么回事吧？你只有3天假，所以我们得速战速决。来之前我看了卦历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可以定亲。等会我们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去你丈母娘家把这个事定下来。这速度堪比火箭啊！不过我就喜欢这种。第一次上门，礼品不能少。霍思潇买了麦乳精、香烟、大白兔糖、罐头等等，这些不仅贵，还需要票。供销社经常卖断货。王婶看到霍思潇跟不要钱似的，一下买了10多样，都快酸成柠檬精了。陆丫头眼光真他妈好，这一整就找了个优质男，不仅长得好，家境好，还舍得。有心事？没有，他只是想到了存在银行里的那100多万，那可是他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所以一直舍不得用，哪想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不过一想到自己会是祖国繁荣昌盛的见证者，又觉得那100多万没那么可惜了。
一不小心穿越成年代文里的炮灰女配。原文女主见人教抢走我的相亲对象，这次见我找了个军哥哥还想使坏。洛洛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有个男人上门自称是你对象，你妈都快急死了。有没有男人找洛洛我不知道，但我是军人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谁敢插一脚就是破坏军婚，只要不怕坐牢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没想那么多，碰上了就传个话。美娇，你在胡咧咧啥呢？你是不是嫉妒洛洛，想搅黄他的亲事？我没有。梅洛洛皮肤好，梅洛洛漂亮，心还这么毒，小姑娘不要把别人当傻子。洛洛这个女人心思不纯，她说的话不可信。此时的宋洛英已不是原主那个铜锤脑瓜子，别人说啥信啥。就这么嫉妒我比你漂亮，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？我没有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你吗？之前有人相中我，你就像发春的母猪一样跑去勾引人家，看到我相了一个更好的，是不是又想搞破坏？长着一张柔弱的脸，干的却没一件是人事。刘美娇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洛洛，我是军人，定力比普通人强，而且我也不是三心二意的人。我信你。回头部队，我把存款全给你，我们家你说了算。这个点没有牛车回村，霍思潇跑去武装部找战友借来一辆吉普车，接着又去邮局给领导打电话说要打结婚报告。你说什么？对象都没一个，打什么结婚报告？霍思潇耐着性子将遇见洛洛的事讲述了一遍。小子，之前给你介绍那么多女同志，你一个也没瞧上，还说什么要把生命献给国家，不考虑个人问题，怎么一下子又想通了？看到她就想把她娶回家。一般在1个月之内批下来，你的级别可以分房，到时给你找个好点的院子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我相信你1个星期能办到。我尽量。你坐副驾驶座，又不是你定亲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去帮我把手表票、收音机票弄来。怎么又是我呀？就你最闲，不是你是谁？妈呀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4个轮子的车，太幸福了！现在让我去死，我都愿意。没出息。下了车，宋洛英带着几人回到家，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便让王婶去地里叫人。她招待客人，房子虽然破旧了点，但整理得很干净。逛了一圈回来的狗狗闻到熟悉的味道，嗖的一下窜过来扑向宋洛英。飞虎。此时宋洛英有些激动，因为这条狗和她前世养的那条很像。主人，是我也来了。宋洛英恨不得抱着飞虎转几圈，碍于家里有客人，又强忍下来。刚穿越就相亲晕船妈宝男，句都是他妈说，还嫌我衣领低不正经，于是我果断选择旁边桌的军哥哥。春香，你家小女婿来了，快回去。啥？小女婿不是才相看吗？王婶呵呵一笑，绘声绘色地将今天相亲的经历讲述了一遍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，都忘记干活了。你家小女婿开吉普车回来的，可神气了。什么吉普车？哎呦，我们村居然直接跳过自行车，迎来了吉普车。以后谁敢说我们村穷，我骂死他！我要去看车。老子也去，老子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看到过吉普车呢。我也去。大家拿起农具，陆续朝村口走去。大队长前来查看他们的进度，发现地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。其他人呢？他们都不想要公分了。铁柱家的小女婿开了辆吉普车回来，大家都去村口看车了。不是今天才相看吗？这么快就上门了？不行，我也要去看看。亲家，我们不请自来，不要见怪。没见怪。王春香第一次见到气质这么好的女同志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春香，别看刘同志是纺织厂的主任，其实他人挺好的，不像其他领导那样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。霍同志只有3天假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他们想明天订婚，今天得把这个事定下来。竟然是纺织厂主任，这方圆10里8乡几千人都没有一个工人。咱家洛洛的确漂亮，但对方条件这么好，想找什么对象找不着，为啥偏偏看上洛洛？我不信大城市来的会看上我们老百姓。你们走吧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娘，为什么不同意？他条件是好，我也不差啊，我觉得这门亲事很好。我怕你受委屈。你有几兄弟？就我一个。我妈生我的时候伤了身体，之后一直没有怀上孩子。宋老爷是老革命，对军人有种莫名的感情。看到霍思潇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他会是宋家的女婿。你在部队是什么级别？团长。这小伙子不得了啊，才20多岁就爬到了别人一生都爬不到的高度。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爹，他家境太好，我们配不上。我们宋家祖上3代贫农，根正苗红，配得上任何人。他要是敢欺负洛洛，他的3个亲哥、9个堂哥、10多个侄子，不是摆设，一人一拳也能把他揍死。
宋洛英听闻此话，想起了一些剧情。书中的老爷子得知原主在婆家经常挨打，带着原主的3个哥哥冲到她婆家，把妈宝男揍了一顿，还让原主离婚。她被婆家人洗脑，不但不肯离婚，还跟老爷子大吵一架，甚至还断绝了关系。原主也太蠢了吧！那种暴力男不离婚留着过年吗？亲家爷爷，您放心，霍家的男人都是宠媳妇的。阿萧难得有喜欢的人，娶回家肯定会往死里宠。好不好？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是洛洛说了算。相亲遇见军哥哥，上门提亲遭老妈拒绝，原因竟是对方太过优秀，但身为老革命的宋老爷却认定他就是宋家的女婿。老爷子，我宣誓，从今以后服从洛洛领导，加倍努力赚钱，工资上交，严守家庭纪律，苦练洗衣做饭本领，坚决孝敬岳父岳母，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家庭，不叛离洛洛。好，小伙子，老头子我看好你。谢谢老爷子垂爱。这小子还是个攻心高手啊！几句话就把老爷子彻底拿下。老大媳妇，你去杀鸡，把剩下的干蘑菇一起炖了。老二媳妇，你去后院摘些蔬菜回来洗干净。娘，家里就5只，杀1只少1只，要不做点别的吃？你怎么这么抠门？人家提那么多东西上门，我们连鸡都舍不得杀，你让人家怎么想？还磨磨蹭蹭什么？滚去杀鸡！亲家母，定亲的话，我们给580块的礼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霍思潇来时偷偷跟他说的，这数字哪怕在京都也不少。不用这么多，我们村订婚礼金最多的也没超过150，条件差的50斤粮食就能把人带走。行，就580。宋铁柱跟宋洛英的3个哥哥还没回来，他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。他们今天干活的田地有点远，应该还没听到消息。谈完礼金，刘桂凤就要离开。他舅妈吃完饭再走，厂里还有事，下次吃也一样。见他们是真的没有时间，王春香也不再强求，于是去翻出一些山货装好拿了出来。这是老三在山里打的，不值几个钱，拿回去尝尝味道。不用，没多少，你就拿着吧。刘桂凤见状只好收下。王春香还想亲自送2人去村口，但被刘桂凤婉拒。亲家母，请留步，让洛洛送好了。我第一个乖乖，这车真新，好大，好威风，要是能坐1次就好了。这车要不少钱吧？这车指不定是借别人的呢。能借到吉普车也是本事，你去借个试试。那人顿时被大队长对得哑口无言。还站在这干啥？不想要公分了，滚去干活。等大家都走了，大队长才做贼心虚的摸着吉普车。这车真好啊，有生之年若能坐上一回也是值了。大伯，你在干啥？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大队长吓了一跳，他转过身见是自家侄女跟2个陌生人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大伯，我叫霍思潇，是洛洛的对象，旁边这位是我舅妈。不错，真不错。明天要订婚，霍思潇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他跟宋大伯闲聊了几句，就开车走了。多活1天，多生1千蛋。现在还早，快去上工。还要上工？不上工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吗？我去，马上去。一不小心穿越到了一本年代文里，等回到家后，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狗子也跟着过来了。飞虎翻个跟头。主人还满意吗？飞虎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，有你在这里，我一点也不孤单。随军也带你去。宋洛英手心突然传来阵阵剧痛，低头一看，上面多了朵桃花印记。她戳了戳，看到一个10平方大小的空间，里面除了一堆黑土，什么也没有。难道这就是室友经常说的什么空间系统？没想到我也有了一个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刚来到这个世界，还没去逛逛呢。飞虎出发。不知不觉，一人一狗来到山脚下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说话声，而且那声音像这具身体的姐姐。当初订婚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过要对我好的，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宋小厮，你家兄弟多又怎样？还不都是泥腿子？不像我家虽然只有一个男的，但我小姐夫是工人，他答应过我会把我弄进厂里去。我成了工人，你一个乡巴佬哪配得上我？识相的，赶紧把婚退了。他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男方主动退婚，女方不用还礼金，那可是50块呀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必须得让女方主动退。年底就要结婚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之前相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农村姑娘，那时也没见你说不行，现在却嫌弃我是农村的，你太坏了。以前我家没有工人亲戚，现在不同了。宋小厮伤心，宋洛英也会难过，他知道这是原主残留下来的感情在影响他。这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渣男不退婚还留着过年吗？六六不退婚也可以，新娘子换成洛洛。你这玩意怎么比我还狗？死渣男，就你还敢打老娘的主意，信不信老娘把你炖了？洛洛，他不会有事吧？这要真出事，他肯定会强迫洛洛嫁过去照顾他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有这样的念头。是我踢坏了你的蛋，你不许污蔑洛洛，你敢乱说，我继续踢。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我才不怕你！你耍流氓在先，我正当防卫，你只要不怕被批斗，可以把这个事宣扬出去。你们给老子等着！是男人就来干一架，别只会说空话。洛洛，你变了，以前的洛洛只知道窝里横，现在竟然都知道帮自己人了。那是你的错觉，我一点也没变，跟以前一样。看来接下来的几天一定要收敛性子。是这样吗？我今天相亲了一个军人，明天定亲。相亲的不是工人吗？怎么回事？宋洛英语速极快地把相亲的事说一遍。好羡慕，不像我还要面临退婚。你这是及时止损，还没成功人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真要跟这种人结婚，以后的生活肯定一地鸡毛。洛洛，退过婚的女人还能嫁出去吗？当然能嫁出去，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在意这个的。宋小思眼里露出向往，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男人吗？之后在飞虎的带领下，在山里采了几株草药和2株人参幼苗后，两人一狗就回家了。相亲遇上了个军哥哥，当天就带着舅妈上门订婚。更幸运的是，未来婆婆丝毫不在意我农村姑娘的身份。没骗我吧？我家那小子一直把女同志当洪水猛兽，他找对象的几率很渺茫啊。这种事哪敢骗你？你以前不是还担心他喜欢男人吗？这回不用担心了。洛洛长得可漂亮了，哎呦，你是没看到呢。他一笑，我整个心都化了。小胡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？依我看，你有女儿的愿望要实现了。姑娘多大？有几兄妹？有几兄妹呀？洛洛18岁，有3个哥哥，1个姐姐，他是老幺。不过他还有9个堂哥，10多个侄子。他们家啊，人丁兴旺，跟阿萧绝配。订婚礼金给580，虽然有些多，但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同志，多点也没事。我们霍家不缺钱，多给1000也没问题。什么还少啊？小胡子，这数字在京都也不少啊，太多亲家会有负担。你要是觉得少，可以过一套房子给他。电话信号不好，刘桂凤把这事说完就挂了。听完电话，夏兰香依旧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夏医生心情不错啊，我有儿媳妇了，这是好事啊。是哪家的姑娘？农村的。什么？你们这样的家庭居然找个农村姑娘？夏兰香没有门第之见，只要是她儿子喜欢的，哪怕是个2婚女，她也得接受。农村的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农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媳是最好的，谁敢跟我唱反调，我就跟谁急。下午医院没什么病人，夏兰香直接请假去趟百货商场。这个点都下班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又值班？没值班呢，去百货商场买些东西了。你是不是把百货商场都搬空了？夏兰香当没听出他的揶揄，还给他分享好消息。没骗我，那还能假？订婚礼金都交了580。这小子嘴上说着没兴趣，行动起来倒是比谁都快。夏姨，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霍哥哥说过不找对象的，肯定是他们在乱传。赵晶也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，他比霍思潇小3岁，从小就喜欢他。霍思潇没有对象，他是一点也不急，一听说他有对象，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。这是真的，我儿媳妇胆子小，你以后千万别在她面前乱说，要是把她吓跑了，你给我赔个一模一样的。赵晶哇的一声大哭，太没天理了。他喜欢的男人宁愿找个农村姑娘，也不要他这个青梅竹马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哭也没用，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们欺负人！我喜欢的人要结婚了，还不许我哭一下？你没经历过这样的感情，你不懂我的感受，好难受，心脏像被人割了一道口子似的，好痛。沙坝村这边，宋铁柱几人下工回来，听到宋洛英明天订婚的消息，也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王春香。你胆子真大，连对方家里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也敢同意订婚？他有军人通行证，身份肯定没问题，人也大方。订婚礼金是580，老爷子很满意。这么多？是啊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家里有点钱，不是给老大娶媳妇，就是给老二娶媳妇，一年到头口袋空空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众所周知，70年代谁要是嫁个工人，那必定是全村羡慕的对象。然而我竟找了个军哥哥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纺织厂主任的舅妈。洛洛，你这是去哪了？飞虎带我们去摘草药去了，还有2株人参幼苗呢。飞虎是谁？我们村什么时候有这么1号人了？他就是飞虎。嗨，他不是大黄吗？怎么叫飞虎了？娘，他改名字了，叫飞虎，这名字霸气，符合他的气质。一条狗要什么气质？飞虎就飞虎吧。老大媳妇做饭，老二等会给你二伯家送点东西过去，老三去趟你姥姥家，告诉他们洛洛明天订婚，要他们过来吃饭，把3个孩子也带回来。老二，你等下，这些是洛洛对象拿来的，给你二伯家送去。洛洛，娘这样分，你会不会觉得娘穷大方？大伯二伯一家一直很照顾我们，给他们分点是应该的，这是给奶奶的。牛奶、卖乳精罐头给你爷奶，其他的给你大伯母。2位老人很宠你，以后可要好好孝顺他们。我不仅要孝顺爷奶，还要孝顺你跟爹奶，这是给你的。孙女婿买的，买这些都要票，老百姓可搞不到这么多票。是霍思潇买的，牛奶、卖乳精罐头给你们的，其他的给大伯母。
好，替我谢谢孙女婿。宋大伯母下工回来，看到砧板上有块猪肉，欣喜如狂。娘，砧板上的肉是你买的，双抢是要吃点好的，不然身体扛不住。想得美，老娘可没本事弄到票，是洛洛对象买的。听村里的人说，洛洛找了个军人，还是京都的，长得高又俊。我没见到人。你在家竟然没看到人？还不去做饭，胡咧咧啥呢？原来宋老太由于去换衣服，导致去晚了没见到人。吃完晚饭，大家齐聚一堂，聊着白天的事。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事会降临到我们家？是啊，这十里八乡有几个嫁给镇上当工人的？我家小李去，不仅是军人，还是大城市的。舅妈更是纺织厂的主任，有亲戚在厂里，有什么消息也灵通些，说不定家里还能出个工人呢。大家听到这话，眼里纷纷露出希冀的光芒。要是能当工人就好了。听镇上的人说，纺织厂每年都会招工，但名额有限，招的人必须是职工亲属，其他人不能报名。这个事你们别想了啊。是这样啊，那我们宋家岂不是一辈子也出不了一个工人？招工不能报名，可以买工作啊！我就不信那么大的厂子没人卖工作。他虽然对当工人不感冒，架不住家里人喜欢啊，能出主意就帮着出点呗。不愧是我们家唯一的高中生，这脑子好使。大伯是十里八乡唯一的高中生，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就得听有文化的。对，我们可以买工作。今天李涛找姐说，他家里有个当工人的姐夫，他身份上涨了，以后只会娶工人，不会娶泥腿子。还说我们家兄弟多，又怎样？还不都是泥腿子，都是没出息的。更可笑的是，他居然还想娶我。爷，你说这个事该怎么处理？退婚，明天就退。爹，这样不好吧？那不好了，人家都这样说了，还死皮赖脸往前凑，你的骨气呢？爹，流言蜚语害死人。就算我们抓住不放又如何？人家明摆着想要悔婚，你以为能逃过一劫？退爸，老二，你去王媒婆家一趟，要她明天把你家那边的亲事退了。少数服从多数，王春香拿出当初的订婚礼金50块交给老。什么？小子要退婚，还是明天？宋老二把李涛找宋小厮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，王媒婆听得火冒三丈，还以为是个好的呢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退，必须退！行，我明天去趟李家村。次日早上，天还没亮，宋洛英就被催工的哨声吵醒了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不仅给了580的巨额订婚礼金，更是准备了3转1响。怎么买这么多？你织的最好的，车上还有，我去搬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收音机是给爷爷奶奶的，他们在家无聊，听这个打发时间。从大房赶来的宋老太听到这句，一颗心暖暖的，再往箩筐里一看，整个人木了。给那么多礼金也就算了，还准备了3转1响。2个嫂子酸了，不过想到是自家人的，又乐了。宋二嫂是个妙人，她知道刘美娇嫉妒自家小姑子，特意跑去她家炫耀。美娇还没去上工啊，村口的吉普车看到了吧？那是我小妹夫开来的，他今天不仅带来了礼金，还送来了3转1响，那可是3转1响啊，拥有一样就能吹一辈子，更何况我家还有那么多。我家小姑子真幸福，没嫁人，有家人宠，有了对象，有婆家宠，哎，这就是命啊，羡慕不来的。那些东西又不是给你的，你得意什么劲？她是我小姑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家里有缝纫机，我也可以用呢。滚，我家不欢迎你。你昨天是不是跑去我小妹夫那挑拨离间了？还说什么有男同志来家里找我小姑子？是李涛找他，我没乱说，也没挑拨离间。宋二嫂脸色变了变，暗骂混蛋，幸好退了婚，不然跟这种人做亲戚真的会呕死。王春香看着满屋子的彩礼，心砰砰直跳，太费钱了。都是好东西啊。爹娘爷奶，我想明天在这边办结婚酒席，后天带洛洛回部队，到那边再领结婚证、菜什么的。你们放心，不用这边准备。啥？刘世才订婚吗？我时间不自由，这次归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假期，这只是其一，其二是洛洛太优秀，我怕其他人也发现她的优秀，所以想早点把她娶回家。行，那就明天办酒席，菜的事我们准备。老爷子是宋家的掌舵人，是宋家的定海神针，他的话没人敢不从。王春香听的那个急呀，订婚吃一餐就完事，结婚可不行，不仅要抵嫁妆，还需要在娘家摆宴席。爹，没有嫁妆。可以先用小厮的，到时再给他添上去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混蛋？知道我们为什么宁愿不要那50块礼金，也要主动退婚吗？因为我们这边退婚，名声不会受太多影响。若是那边退婚，人家肯定会以为是你有问题。我没想他。那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当初要是找个当兵的，或许就不会被退婚了。他没嫉妒洛洛，就是担心以后找不着对象。一生要强的老爷子被这句话整破防了。不是你的错，不用总纠结退婚这件事。大姨子遇到麻烦了。
都是自己人。宋洛英也没隐瞒，语速极快的把宋小四退婚的事说了一遍。大姨子要是想找当兵的，我可以介绍。这个可以有，可以吗？对方会不会嫌弃我退过婚？喜欢你，不仅不会嫌弃，还会心疼你；不喜欢你，你再好也会挑刺。阿萧，那这事就交给你了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不仅给了580的巨额订婚礼金，甚至还带了3转一响，让我瞬间成为全村讨论的对象。天啊，真的带了3转一响，那得多少钱啊？铁柱家要翻身了，生个闺女比别人好几个儿子，这生的值啊！呸，小闺女彩礼多，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。她怎么不说她大闺女被人退婚了？说话的人叫周丽华，是刘美娇的娘，娘家跟王春香一个村，从小喜欢攀比。不是吧？没听说啊，你弄错了吧？我娘家妹子嫁到李家村，她亲口说的，怎么可能弄错？你家的人都没上门，怎么退婚？我媒婆去李家退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是宋家主动退的喽？难道他们不知道退婚会影响小厮的名声吗？小厮虽然没有洛洛受宠，但宋铁柱2口子对他也不错，还读到初中呢。我们村1000多个人，有几个初中生啊？能把闺女送完初中，不可能不考虑她的名声，这里面肯定有隐情。人家攀上高枝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呗，还真是一元得道，全部升天。你他妈的蠢货，锤子长在脑壳上，造谣不用成本啊！就你有嘴，一天到晚巴巴的，老娘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！别看王姥姥60多了，身体却很硬朗，动作也敏捷。她年轻的时候端起猎枪，打过霸占他们村的土匪，后面又加入过游击队。哪怕现在年纪大了，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也永远不会忘，所以打起周丽华来格外得心应手。啊，疯婆子，放开我！下次再听到你乱造谣，我会亲自上门问候你爹娘，问他们是怎么教小辈的。来自父母的血脉压制，吓得周丽华脖子一缩，眼里是浓浓的恐惧。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走，看你们小姑父去。这3个孩子是宋大哥跟宋二哥的，前面2个叫石头和蛋蛋，是宋大哥家的，后面的叫大炮，是宋二哥家的。霍思潇知道宋洛英有3个亲侄子，只是一直在曾姥姥家没见着。此刻看到人回来了，顺手从兜里掏出3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给他们。谢谢小姑父，谢谢小姑父。石头一接到红包，就跑去一旁打开看，是一张大团结，这是他领过最大的红包。小姑父真好，红包拿来。娘，你说过不收我们红包的，你说话不算数。这次钱太多，不能由着你，万一丢了，哭都没眼泪。娘，我给你10块，你给我5块，行不行？5块钱可不少，小孩子家的，没必要拿这么多钱。不行，最多1毛。我给你1片金子，你却只给我1块石头，太狠心了。2个小的都上缴了，就你名堂最多。别废话，快给我！你老娘我还要去做饭呢，小心把你小姑饿着。1毛就1毛。王姥姥是颜控，没来之前还想着为难一下霍思潇，看到人后顿时把这事抛到脑后，拉着霍思潇聊起了他当年跟着队伍南征北战的事。宋家人真是深藏不露，就凭这些战绩，在京都混个一官半职是没问题的。吃饭喽，吃饭喽！时间太赶，王春香也没准备啥菜，有红烧肉、水煮鱼、小鸡炖蘑菇、番茄炒鸡蛋，以及一个时令菜。吃饱喝足后，霍思潇就把宋洛英拉到一旁，嫁妆不用准备，我让战友买好了。被套、枕巾什么的，这些不占地方，可以在这边买，其他的到那边再说。好，我还要带只狗去，等会我们去运输部问问情况。我有战友在运输部。你战友混得不错啊。还可以吧，但跟我相比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一点也不谦虚啊，不过我就喜欢这种。舅妈，我这边除了媒婆外，还有2个人订婚，女方去男方家，会有娘家人陪同，多去几个也没事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第一次上门竟发现他舅妈住的是2层独门独院。舅舅不在家吗？他在省里，3个儿子也不在这边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挺孤单的。我要是没去随军，说不定会陪你一起住。要不别去随军了，就在这住着，住多久都行。舅妈，我会打电话告诉舅舅，你在这里很孤单，想另外找一个。臭小子，乱说啥呢？你不孤单，抢我媳妇干嘛？还没结婚呢，就喊上媳妇了，不要脸！只是逗逗你，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大，也不知道谁说要打一辈子光棍的。啧，脸肿了没？没遇到我，真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？你不是独生子吗？你爹娘会同意？我小姑子一家很开明，虽然想早点抱孙子，但阿萧不愿意，他们也不勉强，但还是希望他能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我打电话告诉小姑子，阿萧有对象了，她还以为我骗她呢。我婆婆有大智慧，小姑子要是知道你夸她，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。宋小四看到自家妹妹什么话都能插上，羡慕的不行，多读2年书强多了，不像她，怕生，人一多，脑子里就是一片江湖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洛洛运气真好，找了这么好的婆家。宋洛英还要买东西，所以没聊多久就跟霍思潇出门了。你工也不上，一天天的净往镇上跑，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？怎么了？好像是我堂姐的声音。
宋小宁，你他妈的胡咧咧啥呢？滚回家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胖得像头猪似的，又丑又黑，还出来吓人。宋小宁是宋大伯的女儿，从小身体不好，经常吃药导致皮肤发黑，身体肥胖。特么的，骂谁呢？我们宋家人是你能欺负的。想打人？我没打。洛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家嫌我连生2个女儿，不让我坐月子。你堂姐夫不仅没帮我，还骂我是死肥猪。他整天不着家，我听人说他经常在这一带转悠，就来看看。没想到还真被我找着了。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为什么不回娘家？没出月子，不能回娘家，不然会给娘家带来霉运。都这样了，谁在意这个？我让三哥陪你回婆家，把2个孩子带出来，再送你回去。宋小宁是包子性格，没主见。宋若英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廖勇想拉住人不让走，又怕霍思潇揍他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人离开。这是咋了？宋若英快速地将刚刚的事说了一遍。你傻不傻？他们不让你坐月子，不知道闹啊，闹得乌烟瘴气。他们知道你不好拿捏，以后就不会欺负你了。洛洛，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这是我对象，叫阿笑，这是舅妈。这么快的吗？哈哈，一见钟情就是这样的。三哥，你跟小宁姐去廖家把孩子带出来，还带几套换洗的衣服。安排好宋小宁这边的事之后，宋若英就和霍思潇出门购买物品。宋若英嫌弃供销社的被套太土，不是大红就是大绿。霍思潇还特意开车送她去市里的百货商场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就连做媒婆多年的王媒婆都感叹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大方又舍得的同志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被套？宋若英看中一套丝绸19色彩凤凰花卉绸缎被，颜色鲜艳，在日光下一身光。这个多少钱？25。说真的，这套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太贵了。要是再便宜点，我结婚都想买一套。确定好这套后，宋若英又选了3套。她选的这几套花色好看，质量也是1等1的好。就当宋若英要掏钱票，霍思潇按住她的手，我来。结婚的被子是女方准备，你不用跟我抢。结了婚，你想怎么付都行，我不跟你争。同志，你对象对你真好。他要是不好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吃饭时间定在4点，宋若英2人是踩点到家的。说好的4点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是晚了点。舅妈，我们去市里了，那里颜色更好看。宋若英一笑，刘桂凤什么脾气就都没了。得了吧，走到国营饭店吃饭去。我王媒婆做媒多年，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方又舍得的。沾洛洛的光，我又可以大吃一顿了。哈哈，今天管饱。到了国营饭店，宋若英又看到妈宝男在相亲。特么的，这是广撒网啊！他不要上班吗？王婶也看到了，他第一反应就是去看霍思潇，见他没觉得晦气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你们认识？洛洛昨天的相亲对象。王大姐，洛洛这么漂亮，你给她介绍这么丑的对象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乡下姑娘想找当工人的难找呢。洛洛也是运气好，遇到了阿潇。不过就算没有遇到，洛洛也没看上他。洛洛说他是妈宝男，还说这种男人嫁不得。啧，好小气啊！跟女同志相亲，连顿饭都舍不得请，嫁给这种人干啥？受罪吗？是啊，对你好不好，要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，连钱都不愿意为你花，还谈什么喜欢？宋小思说着就想起他前对象不就是这样吗？从未送过他什么，一见面就贬低他的家人，简直是渣的不能再渣了。这次人多，刘美凤点了一桌子菜，王婶闻到香味也丝毫没有客气，疯狂炫了起来，把人送回去了。大伯父很生气，气小宁姐立不起来，家里这么多兄弟，还被人欺负成那样。她身体很差，继续待在婆家会被他们搓磨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她唇色发黑，眼睛浮肿，不懂医的人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大伯说等你办完酒席，就会带小宁姐去医院。因为明天要结婚，刘桂凤又跟王媒婆说起了彩礼的事。你们不是已经给了580吗？那是订婚礼金，彩礼是彩礼。我家没准备什么嫁妆，给太多彩礼会有负担。洛洛娘说今天的订婚礼金就是彩礼钱。刘美凤觉得宋家人太厚道，给钱都不要，若是其他人只会嫌少。阿潇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你丈母娘他们。当然，这是必须的。今天又是王媒婆羡慕的一天。回村的路上，宋若英看到廖勇跟一个女同志挨得很近，从他那个位置还能看到2人牵手。没见过这么恶心的男人，前脚被我抓到欺负我还在坐月子的堂姐，后脚又发现他正在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渣男，去死吧！闭嘴！信不信老娘连你一起打？你他妈的，小宁姐拿命为你生孩子，你却在外面搞破鞋，你还是人吗？别打了，再打下去会死人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要个儿子，我不想吃绝户，我不想被人瞧不起。你们宋家男孩多，不知道没有儿子的痛苦。我不疼，我每天活在别人的嘲笑中，走到哪耳边都会听到赔钱货这3个字。把他通一下，又跟没事人一样。他这是搞破鞋，作风有问题，举报他们就会挨批斗。
女同志脑海里浮现出被人扔石头、扔菜叶子，还有被人指指点点的画面，吓得脸色苍白。我们没搞破鞋，你冤枉人。都牵手了，还没搞破鞋，你跟已婚男人走得太近，本身就是个问题。50块买你们保密。200，我没那么多。你没有，你爹娘有，给你1天时间，不然，哼。洛洛，怎么说我也是你姐夫，就不能宽容一下吗？其实我更想举报。别举报，我回去凑钱。次日一早，一辆吉普车出现在村口，打开车门，下来2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的男人。接着他们又来到后备箱，里面放着各种办酒席的菜，这些都是霍思潇让人准备的。一般来说，女方家办酒席是由女方家出的，但霍思潇考虑到种种原因，把这任务揽下了。洛洛对象真大方，嫁人就要嫁这样的。家里的汉子没法比啊！我要是年轻20岁，肯定嫁他。哈，你年轻20岁，人家才4岁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连小孩都不放过。宋家，宋洛英穿着昨天在市里买的红色婚礼服，头发高高盘起，戴上头花，胸口别着大红花。洛洛，你穿红色好看，哎呦，太漂亮了。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阿潇欺负你不用忍，还电报回来让老三去接你。说完，宋老太又塞给宋洛英一块手帕。宋洛英知道里面包的是钱，她不肯收。奶，你自己留着。奶这里还有，这是给我宝贝孙女的。宋洛英知道若是不收，老太太肯定会不高兴，于是便收下。奶，等我安顿好，把您跟爷爷接过去。好。外面传来到处都是娘，奶，快出来，小姑爷来了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一见钟情的我们第3日就闪婚了。你要对我小姑好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小姑，我长大了会报复你。放心，我不会欺负你小姑。这还差不多。拿去买糖。搞定了3个孩子，接着就是飞虎，他挡在霍思潇面前，不许他进去。你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就不带你去部队。卧槽，这个男人不讲武德。霍思潇看到飞虎气得不行，也递给他一个红包，飞虎的怒火这才消了一些。订婚礼金王春香如数交给了宋洛英，甚至还添了300。宋太太跟王姥姥像是商量好的一样，每人给100。大伯母跟二伯母怕他在外面受委屈，也每人给50。宋洛英结婚还发笔小财，我会好好过日子的。宋洛英撑着红伞踏出门，跟霍思潇四目相对，给人一种只有彼此的感觉。新娘子来喽！新娘子来喽！由于人太多，霍思潇怕宋洛英摔倒，于是将宋洛英背着，哪怕是隔着衣服，霍思潇也能感受到身后的柔软。他浑身一僵，脸颊不免露出一抹红。接亲，霍思潇借来一辆吉普车，找来8个伴郎，每人骑一辆自行车，车前挂着大花红，成了十里八乡的一道风景。宋洛英的这场婚礼堪称农村婚礼的天花板。霍思潇老家不在这里，于是便直接把新娘带去了刘家。洛洛，累了吧？快进屋休息。宋洛英在刘桂凤的搀扶下走进屋，发现窗户上贴着不少窗花，每一扇门也贴有喜字，整个房子充斥着喜气的氛围。小厮，幸好你来了，要不然我还要去你家一趟。舅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厂有个孕妇要生孩子，想找代班的，带1个月25块钱，想去吗？想去，什么时候去？我随时有时间。明天。宋小厮没想到退了婚，自己还有这样的转机，1个月25啊，存2年私房钱都存不了这么多。送亲的每人20，王媒婆是10块，飞虎也有红包拿。王媒婆偷偷看了下红包，被里面的数字惊得说不出话，再次感慨霍思潇大方。他做媒多年，收获最多的是5块，没想到这次更多。下午，霍思潇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来到婚房。我们结婚了。臭，不喜欢这种气味。我以后不碰酒。真听话。媳妇，别勾引我。宋洛英知道在舅妈家同房不太好，这种事还是在自己家做比较好。我没有。明天早上8点的火车，你还有东西落在家里吗？若是有，我明天早上5点跑一趟。没了，我娘把礼金也给我了。霍思潇挺意外的，也因此更想为丈母娘做点什么。听战友说，运输部要找2个修车学徒，期间没有工资，通过考试才会被录取，工资不高，跟临时工差不多，做得好才转正式工。听说这些单位招工，只要职工家属，外面的人没有报名资格。其他厂是这样，但运输部不一样，之前报名的多，学了3个月，什么也没捞到，所以现在没人报名，只能在外面找。你那个战友有这方面的书吗？让3哥多看看书，万一过了呢？应该有吧，到时候我找些给他。宋洛英聊了几句就去洗澡了，随后2人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女儿相亲第3日就闪婚军哥哥，母亲王春香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次日一大早就来到门口徘徊。娘，你咋这么早？给你们送些东西过来，到了部队要照顾好洛洛。
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没理由拒绝。霍思潇接过蛇皮袋，请几人进屋，顺便说了学徒的事。三哥，运输部要招修车学徒，你要去试试吗？可以吗？霍思潇把昨晚跟宋洛英说过的话，又当着大家的面说一遍。不就是几个月不能挣工分，没有钱吗？我不怕，我会好好学，争取通过考试。听我战友说考的比较复杂，你平时最好多看书。王春香没宋老三乐观，他怕到头来什么也没捞到，还耽误挣工分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是我能成为工人的一次机会，我不能放弃。从镇上到火车站要1个半小时，王春香几人想送去火车站，宋洛英受不了分别时的场面，就没让他们送了。临走前，宋洛英还特意提醒宋老三那300块，我今天就去办。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。宋老三不敢告诉亲娘，他这个人太重情义，做不出敲诈的事。去车站前，霍思潇带着宋洛英先去了趟运输部，把飞虎交给战友阿彪。麻烦了，都是过命的兄弟，这么客气干啥？主人等飞虎。你饿不饿？有点。快吃。我说的不是这个饿。不是说军人的自制力很强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没有这个东西？以前很强，遇到你就全变了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也不相信自己会这样。别用这种眼神盯着我，容易引人犯罪。霍思潇刚想说什么，就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往这边走来。他们买的卧铺在宋洛英对面，看年龄像是2口子。阿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给我出来！不，我不出去，我不要见他。别怕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他没资格带你走。离婚呢？还以为是2口子呢，原来看走眼了啊！你要去哪？你是我媳妇，我在哪，你就在哪，休想摆脱我！你们已经离婚了，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再也没有关系了。这段婚姻你给阿雪带来多少痛苦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不回去，他们要害我，救我的孩子，求求你别害我孩子，孩子，对不起，是妈妈害了你。宋洛英觉察到他不对劲，立马让霍思潇把人拦住。别怕，只要你不想走，没人敢带你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他妈的，你谁啊？让开！骂谁呢？没有票就滚出去，别在这里挡道。再来骚扰，我叫公安。阿雪，你个贱人，给老子出来！贱人，好女不嫁二夫啊！你这是要造反！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一不小心穿越成年代文里的炮灰女配，然而我结婚竟然有3转一响。原女主见人交知道后，自然是不乐意了。宋洛英比我后订婚，都结婚了，你什么时候娶我进门？已经在准备了，彩礼是1辆自行车，100块钱。宋洛英还3转一响呢，你1辆自行车就想打发我？你去看看其他人有多少彩礼。没有3转一响，我不嫁，你看着办吧。乡下来的就是眼皮子浅，你以为那些票地上有碱吗？反正彩礼就是100块，1辆自行车，你想嫁就嫁，不嫁就算了。刘美娇气哭，一路跑回家，把自己关在房里。周丽华下工回来，看到家里清锅冷灶，眉头紧蹙一起。她淘米烧火切菜，忙得团团转，做好饭菜还没见刘美娇回来，这下她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美娇？她在家，我亲眼看到她回来的。啥？在家？死丫头，老娘都快急死了，你倒好，睡得像头猪一样，你怎么不睡死算了？娘，隔川家只肯给1辆自行车100块钱的彩礼。1辆车178，还要票，再加100块现金，一共是278。之前订婚礼金是150，7788加起来是400多，亲家已经很大方了，别挑刺。大方个屁！我要3转一响，没有这些我不嫁。想屁吃呢？能买车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知道票有多难搞吗？有些人几个月也搞不到1张。宋洛英有的，我也要有。人家对象是京都来的，能比吗？刘美娇只要一想到自己找的对象不如宋洛英找的，就气得不行，胸口也传来阵阵刺痛。凭什么？另一边，宋三哥把要来的300块给宋小宁，顺便还把昨天看到的事告诉他。他不是人，他要是人，会把你丢在家里不管。廖家不要女娃娃，我们要到时把大妮二妮的姓也改了。好，爹，你觉得呢？傻不拉几的，我们宋家就没出过这么傻的人。别人欺负你，不知道欺负回去，以后出去别说你是我孙女。好，我不说。宋老爷子就挺无语的，这么大个人居然听不懂人话。以后少出门，就你这脑子，被人骗了还给人数钱。星期五这天，火车也终于到达了甘市。团长好，嫂子好。男人叫王震，是霍思潇手下的兵，今年22，已入伍4个年头，目前是连长。你也好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是应该的。嫂子也是京都的吗？你跟团长是怎么认识的？嫂子，团长脾气不好，你以后一定要多担当一点。闭嘴，好好开你的车。团长，嫂子还在呢，说话小声点，别吓着嫂子了。想50公里越野跑是吧？这番话让王震成功闭嘴。部队离市区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路不好走，车子一摇一晃的，坐的宋洛英昏昏欲睡，摇头晃脑的。霍思潇怕他难受，干脆搂住他。
你就是霍团长的农村媳妇。听你语气，你好像很歧视农村人，伟人都不歧视农村人，你比伟人还厉害，佩服佩服。听他们说霍团长媳妇是农村的。什么？你听谁说的？霍团长可是京都人，家境也好，有不少人盯着这块肥肉呢。去年吴政委给他介绍文工团的团花，他也没去相看，我还以为他要娶个天仙呢，没想到选来选去，竟选了个土妞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谁知道呢？你们这么开心，在讨论什么呢？妈呀，好漂亮，这哪是什么土妞，明明是仙女！哈哈哈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擦一下吧。几人下意识去擦口水，发现什么也没有，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王连长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好心提醒你们，还不领情，女同志真难搞。各位女同志好，我叫宋洛英，是霍思潇的爱人，大家叫我洛洛就好。房子有4个房间，1间耳房，前后都有院子。宋洛英很喜欢这个房子，唯一不好的是没有单独的厕所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这些家具都是新买的。订婚那天打电话给王震，让他请假去买的。霍思潇很勤快，一到家就把自行车装好，眼看到饭点了，又跑去部队食堂打饭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霍团长吗？结个婚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太可怕了。好体贴，我男人要是这样对我，我天天唱国歌。那个人来了。天啊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吵起来？有什么好吵的？那是他一厢情愿。再说他长成这样，他妹妹能好看到哪里去？能跟洛洛比吗？还以为霍团长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呢，原来也喜欢好看的。你就是霍团长的农村媳妇。听你语气，你好像很歧视农村人，伟人都不歧视农村人，你比伟人还厉害，佩服佩服。你别你啊我的，你就告诉我你是哪家的，等会我去跟政委说说，你这个人思想不行，得多上思想课才行，免得到时丢我们军嫂的脸。哈哈哈，沈团长家的，这是碰到硬茬了，好开心，终于看到他吃瘪了，真解气。别笑太大声，免得他记恨你。我才不怕呢，下次敢瞧不起人，我让洛洛对付他。食堂里，3团的人看到自家团长来了，一个个凑过来。团长怎么不把嫂子带过来？团长，听说嫂子是农村人，真的假的？闭嘴，吃完就去训练。团长，师长让你过去。你去打饭，看有没有红烧肉，有的话让师傅多打点，打好马上送回去。你嫂子还等着吃饭呢。师长，你找我有事。师长站起身，眼里满是欣赏之色。这是他最看好的小辈，没有之一。这家伙不仅自己军事素质过硬，带出来的战士综合能力也非常强悍，比其他团强了可不止一点点。刚刚甘市公安局打电话过来表扬你们2口子，说你们在火车上抓的那2个人是特务，他们这次想潜入化工厂掌握重要情报，他们还有同伙，还在审，结果出来了，可能会记你一功。人是我媳妇抓的，我什么也没干，要记功也是给我媳妇记功。你媳妇这么厉害？是挺厉害的。提起宋洛英，霍思潇脸上的笑容差点亮瞎师长的眼，师长都没眼看了。快走，快走！相亲第3日，闪婚军哥哥刚来家属院第1天就引来军嫂们的激烈讨论。霍团长他媳妇长得那个美啊，我一个女同志看了都喜欢，更何况是男同志。皮肤也很好，一看就是京戏长大的孩子，城里人都不敢这么样。真有那么漂亮？有呢。哎呦，洛洛今天刚来，肯定缺盐调料什么的，我给他送点过去。李嫂子风风火火跑去造房，没一会又火燎火急的跑出去。洛洛，这是盐什么的，还有一些是另菜。之前那几个看热闹的，也在同一时间拿着东西上门来，有煮好的菜，也有蒸好的馒头，还有糕点什么的。这些军嫂实在太可爱了吧，谢谢你们，等我把院子弄好，请你们来家里吃饭。不用，邻里邻居的，客气啥？几人知道宋洛英忙，没聊几句就走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王震后脚就来了。嫂子，饭给你放桌上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谢谢。霍思潇回到家，见宋洛英忙得满头大汗，立马找出干毛巾帮她擦汗。先吃饭，等会我来搞卫生。2人挨得很近，男人身上的荷尔蒙气息扑鼻而来，宋洛英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。我自己来就好。霍思潇又将刚才师长给他说的事告诉宋洛英。我也有奖励。人是你抓的，你立的功，为什么没有奖励？你说会给什么奖励？喜欢工作吗？宋洛英还真没想过这个，但这个年代的人对工作有着致命的诱惑。要了工作，可以让我姐去吗？工作给你就是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理是你的事，没人会过问。吃完饭后，霍思潇拿起借来的锄头，干净利索地翻着院子里的土，偶尔把大土块反手敲碎，不时把杂草一除挖起，不一会儿就翻出一路新地。我要在这里种花，中间做个秋千，右边种果树，比如桃树什么的，后院种菜跟水果。需要什么你跟我说，我想办法给你弄。好。晚上，从没干过活的宋洛英累得腰酸背痛，她洗完澡趴在床上一动不动。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刚刚好。她一下一下的按着，宋洛英感觉她的灵魂得到了升华，按着按着，霍思潇突然停下来，他俯下身在宋洛英背上亲了亲，眼里是化不开的浓情。你要轻点。睡吧。这都能忍，不过今天确实累，不宜做剧烈运动。
4日，宋洛英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，洗漱完，看到桌上有霍思潇打好的早餐，肉质四溢，口感鲜美，好吃。吃完早餐，突然想起扔在空间里的几株中药，他按住桃花印记，用意识查看，岂料这一看，他震惊了，他竟然看到了需要种植2、3年才开花的人参居然开花了。霍思潇中午带回了锅碗瓢盆，还有米盐什么的，这些是我让炊事班班长带的，种子要过几天才有。明天开始，我们在家吃。好。沈团长的媳妇朱燕得知霍思潇结了婚，还在食堂吃，拉着几个军嫂说宋洛英各种不好。到家属院第1天就遭到团长夫人针对，没想到原因竟然是这样。也不知道霍团长为啥娶那种女人，好吃懒做，嚣张跋扈，谁娶谁倒霉。朱嫂子，你可别乱说，洛洛好得很，倒是你仗着自己是城里人，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。我可知道你为啥看不惯洛洛，还不是霍团长没看上你妹妹，你怀恨在心。你冤枉人！我有没有冤枉你？你心里比谁都知道。其实家属院很多人知道这事，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被点名的几个军嫂有口难言，他们男人是沈正手下的兵，若今天不站朱燕这边，他肯定会吹枕边风，到时苦的又是他们男人。哎，当军嫂难啊！我就说你怎么老抓着我不放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位嫂子，我家阿萧都结婚了，你还想撮合你妹妹跟他？你这是破坏军婚呢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我没有，你乱说，我就看不惯你懒还嚣张。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，但也没必要时时刻刻关注我吧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喜欢我呢。你乱说啥呢？难道不是？那就奇怪了。既然不是，干嘛像贼一样老盯着我？乱说啥呢？没有的事。朱燕丢下这句话就匆匆走了。2次交锋他都没占到便宜，甚至还被气得半死。他在迟钝也知道霍团长新娶的媳妇不是省油的灯。其他几个军嫂对视一眼，也纷纷离开。我们家属院有5个团长，其他团长还好，就沈团长，他跟他媳妇一样拔尖，什么都爱比。既然沈团长跟我家阿萧不和，为啥他媳妇还要介绍他妹妹给阿萧认识？你不知道，我该知道什么？你男人是军人世家，爷爷是京都军区司令，几个叔伯在军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就你公公要差一点。你婆家人太厉害，挡了别人的道，有人设计你爷爷，却被你爷爷反将一军，直接把人送去下放。这么好的家境，谁不想嫁进霍家？确实啊，这么一大块肥肉，谁不想咬一口？之前阿萧告诉我家里人都有工作，却没想到他说的工作是这样的，这算是骗婚吗？下午霍思潇扛着蛇皮袋回来，看到宋洛英坐在凳上发呆。谁欺负你了？你。我瞅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欺负你？你没说你家是军人世家，也没说爷爷是司令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能在24岁当上团长，靠的不是家人，而是不要命。你别多想。宋洛英没有多想，只是问问而已，毕竟上辈子他也不差，别人还在读大学，他已经能独立给病人动手术了。以前你拼命，我管不着，现在可不能那样。你现在可是有媳妇的人了，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我想想。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守寡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有没有拍电报回去？今天拍的，2、3天就能到。相亲第3日就闪婚军哥哥，随军好多天后，家里人终于收到来信。1个字3分钱，就得多少钱啊？败家子，败家子！宋铁柱恨不得带老花镜数，1、2、3，好几10个，不行了，他要晕一晕。这孩子一点也不知道划算。上面写了什么？洛洛说那边很好，让你们别担心，还让我们注意身体，等安顿好再接你们去那边玩。哈哈，好。爷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孕妇难产死了，她婆家娘家都想要这个工作，争得很厉害，都打进医院了。有人出主意，让他们把工作卖掉，卖的钱各分1半，2家同意。我想买。人家会卖给你吗？看在舅妈的份上，他们说先紧着我。要多少钱？800，他是正式工，1个月38，2年多出成本之后才是自己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即便如此，也有很多人买。若不是舅妈，肯定轮不到他。临时工3、500不等，800一个正式工不贵，我那里还有200。家里有400，加爷爷的200，一共600，还差200。你在家等会，我去找你大伯、二伯家借。还有就是爷爷的200是他们的养老钱，发工资后你只留3块，剩下的先还爷爷。王春香来到大房，快速把工作的事说一遍。这可是好事，必须支持。还差多少？200，找你借100，找二嫂借100，我借200给你。有些妯娌看着挺和气的，一关系到钱就翻脸，但宋家的几个妯娌不会，他们互相扶持，不会存在隔阂。大嫂，谢谢你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谢？宋小思拿到钱，又匆忙赶回厂子把手续办好。看着新出炉的工作证，宋小思激动得又蹦又跳。家属院这边，宋洛英一战成名，看不惯朱燕的几个军嫂坐在一起议论：霍团长的小媳妇真有那么厉害？家属院都传开了，没有的事，能传成这样吗？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那小媳妇看着娇滴滴的，没想到嘴皮子还挺厉害的。
以后家属越热闹喽。朱燕丢了面子，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人真像了。朱燕还真找沈团长告着状。老沈，新来的乡巴佬欺负我，你去找霍团长谈谈。你真跟新来的小媳妇吵架了？我只说了几句，是他先骂我的，还说我破坏军婚。这话要是被领导知道，你也会受牵连。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前程。沈正当然要去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他转身大步流星走了出去。随军第一天就被团长夫人欺负，作为穿越女的我自然是要对回去的。没想到他竟跑到他男人那去打小报告。老霍，你媳妇真懒，衣服都不洗，这种女人娶回来干嘛？闭嘴！我媳妇怎么样？关你屁事！不想找骂就给我滚！我可是在帮你。那我谢谢你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不用你好心。沈正气的脸都绿了，想起正事，他看向摇椅上的宋洛英。老霍家的，你今天为啥欺负我媳妇？宋洛英一脸懵，他起身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你媳妇是谁？朱燕。你媳妇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不知道吗？奉劝你一句，回去多管管她。她那张嘴啊，早晚会惹事。人可以愚蠢，但不能无知。沈正没想到这个乡下来的如此嚣张，一开口就贬低他媳妇。老霍，管管你媳妇。我媳妇很好。好，你们好样的。有没有教训那个女人？那个女人太粗俗，霍团长早晚会跟她离婚，到时候我妹就有希望了。沈正不喜欢霍思潇，但又想跟他做连襟，谁让他家世好呢？在前程面前，其他都是浮云。知道刚刚老霍在干啥吗？干什么？他在洗衣服。他不是有媳妇吗？他媳妇在干嘛？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人家悠闲着呢。朱燕接受不了，他城里来的，每天照样围着灶台转。那个乡巴佬凭什么让霍团长洗衣服？这边发生的事，宋洛英一无所知。他此刻正在晾衣服，没控制好力道，扯一下里衣就破了。哈哈，这不行啊！你还笑？明天去市里给你多买几件。不用，我娘做衣服好看，过几天写信让她做几件寄过来。宋洛英只会画图，不会做，也只能麻烦她老娘了。住在隔壁的李嫂子看到两人感情好，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她也年轻过，当年她男人可没这样。看啥呢？要死啊！你走路没声音的吗？你老往外看啥？同样是男人，咋人家霍团长下班回来还做家务，你却像个大老爷们似的，一回来就躺床上，啥也不干。你刚随军哪会？我也做过家务，是你说我训练累，不让我做。李嫂子立马找记忆，还真被他记起来了，但肯定不能承认，必须得装傻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记错了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你下班回来也要帮我干活。行，听你的。轻点，轻点啊！衣服破了。霍思潇吻着他的眼睛，宋洛英一酥，宛若无骨的身体。霍思潇一路往下，直到他红润的唇。在霍思潇的亲吻下，宋洛英彻底沦陷。次日，宋洛英再次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，她的身体像是被车碾过似的，浑身酸软无力，下床时还差点摔倒。禽兽啊，一干就是2个小时，谁受得了？今天的早饭是饺子，他拿起一个放到嘴里，醇厚的浓汁顿时冲击着他的味蕾。好吃。吃完早餐，宋洛英准备去买菜，却发现霍思潇早已买好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时间还早，去山里走走吧。随军前将飞虎交给了运输队。时隔多日，我的狗子总算是到了。飞虎，你来啦，是阿潇把你带回来的。走，我们去山里找野果子去。这是谁家的狗？是我家的狗子。飞虎跟李嫂打招呼。飞虎伸出前肢晃了晃，算是打招呼。哎呦妈呀，这狗子好聪明！你们这是去哪？去山里转转。我也去。家里没啥野菜了，所以李嫂子也就跟着宋洛英去了。两人很快便来到山脚下，远远望去，一座座山峰峦起伏，绵亘蜿蜒。洛洛，好多荠菜，包饺子可好吃了。李嫂，你挖，我找点别的。傻不傻的，这么多野菜居然不要，当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李嫂子挖完一半，转头看向宋洛英，见她篮子里有很多杂草。洛洛，那个不能吃，这是中药，我有用。啥？你还认识中药？识一点。洛洛，我能跟你学认药材吗？附近村有个老中医，他那里收药草，如果我是这个，可以采药卖钱。投机倒把一旦抓住是要坐牢的，你不怕？上面允许老中医收药材，不算投机倒把。宋洛英懂了，同时也默默盘算起来。我空有一身医术却没法展现出来，若找老中医拜个师，过下名录，万一以后要用到医术，别人也不会怀疑什么。你要带我去见见那位老中医。谢谢，你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李嫂子记忆力不错，也好学，没一会就记住好几种草药。两人挖得正起劲，飞虎突然叼着一只野鸡飞奔过来。野鸡？飞虎傲娇地扫了他一眼，将野鸡放到宋洛英面前，嗖的一声离开两人的视线。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又叼来一只兔子。这狗子训练过？是的。此时李嫂子愈发觉得宋洛英这个人不简单。不知不觉到了12点，两人也就收拾往回赶去。洛洛，是蜂窝。上面有很多蜜蜂，不能就这样掏，要武装一下，还需要一把刀。我们现在就回去。
李嫂子是个急性子，拉着宋洛英急哄哄地往山下走。两人回到家，用头巾捂住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手也用布包起来。宋洛英点上火把，爬到蜂窝旁边，用火把开始了驱赶蜂蜜的工作。随后将弄下来蜂巢切成2半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切割下来。洛洛，这些蜂巢能挤多少蜜？3斤左右，1人1半。李嫂子既没出力，也不是她发现的，这些东西不该她得，当然不能要。她虽然眼红，但有原则。不用，是你取下来的，就是你的。行，这次不分。正准备离开时，飞虎冲过来朝宋洛英叫了几声。在飞虎的引路下，宋洛英又看到2个巨大的蜂窝，这2个好像更大。两人分工合作，一人负责一个蜂窝。宋洛英切的那个可以挤5斤蜜，相对而言，李嫂子切的那个就要少一点，不过也不少于4斤。这次上山当真是收获满满。正准备下山时，乱窜的飞虎突然传来狂叫声。宋洛英脸色大变，提着篮子顺着声音快步走去。带着自家狗子上山采蜂蜜，回家时却发现他和野猪干了起来。洛洛，怎么办？李嫂，这危险，你赶快先下山。不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宋洛英听到此话，内心微微触动一下，她拿起菜刀冲过去，一刀砍在野猪背上。野猪疼得发出惨叫，发了疯的转圈圈，转着转着就……洛洛见状，立即上去补了几刀。卧槽，洛洛是个狠人啊！天啊，快来看，那是霍团长家的小媳妇吗？野猪，妈呀，他跟李嫂子打到野猪了。重点是这个嘛，他那么瘦，居然能扛几百斤野猪，这是人能做的吗？是哦，这力气真不是一般的大，妈呀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朱燕见宋洛英轻而易举扛起一头几百斤的野猪，她的脸变了又变，有些庆幸当时宋洛英没动手打她。李嫂，这只野鸡给你，我打算把野猪给部队，就不分给你了。这头野猪，李嫂子没有出力，她没有发言权，不过她觉得宋洛英做得很好。洛洛，战士们会感谢你的。霍思潇回来，得知宋洛英打了头野猪回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你当真是一点也不省心，万一伤到怎么办？我们没进深山，只是刚巧碰到，不过下次我肯定会小心。还有下次。宋洛英昂起头，在霍思潇脸上亲一下，转移话题，说起了附近村的老中医。可以不上山吗？我不进深山。霍思潇一点也不信，他媳妇就是个不安分的主。隔壁李嫂子拉着自家男人，把山上发生的事一字不落的告诉他。胡闹，万一伤到怎么办？你们太胡闹了，连300斤野猪都扛不起，你有什么好凶的？你什么你？我去隔壁找洛洛。其他人知道宋洛英扛了头野猪回来，也都纷纷跑来看热闹，前院一下子围满了人。天啊，好大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这头野猪。难怪霍团长会娶她，就这力气，一般人能比吗？你们说他跟霍团长打起来，谁会赢？这话还真不好接，一个身手不错，一个力气不凡。之后霍思潇叫了几个人把野猪抬去部队食堂。打的家伙还得靠我们霍团，霍团你就是我的动力。不是我打的，是他媳妇打的。啥？开玩笑的吧？众人都不敢相信，毕竟他们这些常年训练的，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打死一头野猪。这种话能开玩笑吗？霍团他媳妇跟我媳妇一起上山的。真有这么厉害？那可是野猪啊！师长得知宋洛英打了一头野猪送给部队，他拿出一沓票递给霍思潇，这是奖给你媳妇的。霍思潇很不客气的接下，毕竟野猪难对付。霍思潇回到家，宋洛英正在挤蜂蜜。师长奖你的，还有奖励。说完，霍思潇走过去，拿起另一块蜂巢，学着宋洛英的样子，一下下挤。相亲第3日，闪婚君哥哥，他不仅帅气多金，没想到做饭也是一把好手。不错啊，在家经常做饭。妈是医生，值班时家常便饭，爸做的菜又不能吃，我只能自己来。几岁开始做饭？7、8岁的样子。俗话说，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她的胃。加油，我看好你。谁说的？这话怪怪的，我怎么没听过？书上说的。哪本书？居然还有教追女同志的书籍，想看？你这个人好讨厌哦，问那么清楚干嘛？人家早就忘记了。酥酥麻麻的声音直击天灵盖，霍思潇一颗心软的一塌糊涂。别玩火。玩什么火？霍思潇炙热的吻顺着他修长的脖颈往下，用力的吮吸。别这样，下次再调皮，我会让你下不了床。宋洛英瞬间吓成软脚虾，整个人恨不得挂在霍思潇身上。团长，种子给你，我刚刚什么也没看到。王同志好，嫂子好。种子在哪？王震心头一震，从兜里拿出种子，这些种子用旧报纸包得很规整。王震，后院的土我已经翻过了，你去把这些种子种下。是。王同志，喝杯水再去。里面放了蜂蜜，好喝吗？好喝是好喝，就是太浪费了。我一个大男人哪需要喝这些？霍思潇见两人还聊了起来，醋意涌上心头，看王震都不顺眼了。王震感受到霍思潇身上的冷意，止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妈呀，团长好可怕，他宁愿干活也不要留在这里。大厨辛苦你了。喜欢吃吗？
太喜欢吃了，没想到你厨艺竟然这么好，当真是人口不可貌相啊！这个厨艺能抓住你的胃吗？宋洛英一愣，开玩笑的一番话，这家伙竟然还记得。不过这厨艺确实可以。这些都是团长做的。你们团长厉害吧？不仅行军打仗厉害，厨艺也厉害。哎呦，我眼光咋这么好呢？时间流逝，转眼7天已过去。霍思潇冲到师长办公室，师长，结婚报告批好了吗？你确定你媳妇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乡下人？是。师长把调查出来的结果递给霍思潇，他低头一看，什么问题也没有。师长，我媳妇的身份没问题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把结婚报告给我了？没出息，眼里只有儿女情长。我光荣，我骄傲。师长气得不行，不过也没有忘记正事。我想把你媳妇特招进来。要问我媳妇？霍思潇有私心，不希望宋洛英进部队，但又不想自作主张替他做决定。回到家，霍思潇把师长的话转给宋洛英，不去。霍思潇提起的心慢慢放下，他们两口子果然是心有灵犀。结婚报告下来了，明天去领证，我们多拍些照片，给京都那边多寄几张，给爹娘也寄几张。好。晚饭是霍思潇做的笋干炒鸡肉，宋洛英吃的有点撑，便拉着霍思潇出去散散步。妈给我们寄了包裹过来，这几天就能收到。家里还有15斤蜂蜜，我想给他们寄几斤过去。给你爹娘也寄些。走了一段路，肚子已经没那么撑了，正准备打道回府时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霍思潇跟宋洛英对视一眼，决定去探个究竟。这个女人仗着自己男人是团长，成天欺负我们这些农村妞，然而她不知道她的男人也会在外搞破鞋。你皮肤好白，好挤，我好喜欢。这么喜欢我，为什么不娶我过门？我要看。他那个人没什么看头，想看回家我拖给你看，横着看竖着看都行。听李嫂子说沈团长跟他媳妇感情还蛮不错的，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搞破鞋。哎，果真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啊。我不会搞破鞋，除了你我谁都不要。没说你，你说领导要是知道沈团长作风有问题，会怎么处置他？开除军籍，开除党籍。果然是真爱。另一边，朱燕见她男人迟迟没回来，不禁担心起来，于是往不对的方向走。霍团长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男人？往前走100米。朱燕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走了。宋洛英无语，太没礼貌了。不急，等我再往上升一升，就跟他离婚。你现在已经是团长了，没个3、5年升不了，不要执着那个位置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能等，我们的孩子能等吗？你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孩子？朱燕结婚多年，只生了一个女儿。沈正家重男轻女，对朱燕很不满，但她娘家有权，所以沈正只能忍。太好了，要是能生个儿子，我就跟他离婚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那当然。朱燕听到这对贱男女的对话，宛若晴天霹雳，脑海一片空白。结婚8年，两人黑脸的次数都屈指可数。没想到她眼中的好男人不仅搞破鞋，还要跟她离婚。沈正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，我打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啊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！沈正被朱燕打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朱燕会出现在这里。但听到女子惨叫，沈正还是选择了孩子。他对着朱燕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你打死我，就等着坐牢吧！沈正，你以为你搞破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沈正，你不是人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，一个也逃不掉。还有谁知道？你完了！沈正，住手！再掐下去，他会没命的。朱燕，要怪就怪你肚子不争气，但凡你第一胎生个儿子，后面也不会有这么多事，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军装穿在你身上，简直是侮辱这身军装。除了发春，搞破鞋，看不到一丁点军人气概。沈正听到这话，像是被冻住了一般，整个人呆滞在原地。完了，他真的完了！同志，救救我！我不是自愿的，是他强迫我，我不跟他睡，他就要对付我一家人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沈正不敢相信，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女人竟会倒打一耙。此刻他只想杀了这个女人。做错事不知悔改，还恼羞成怒，你枉为军人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朱燕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，沈正背叛了他，他不会顾及对方是孩子的父亲，就手下留情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把人给举报了。70年代，谁要是搞破鞋，那必定是要被讨论的沸沸扬扬，上到八旬老人知晓，下到黄牙小儿能通。天啊，沈团长看着挺憨厚的，没想到是这种人，脑子不清醒呗。但凡有点脑子的，不会去碰这些事。这事是谁发现的？听说是霍团长。咦，怎么不见霍团长他媳妇？难道还没起？他们口中的宋洛英此时正往照相馆走去。同志，1个星期后拿领条来取照片。你来取。两人回到家，已经是下午3点。宋洛英累得直喘气，飞虎很有眼力劲地推着凳子过来。不错，干得好，明天给你做好吃的。
飞虎开心的原地转圈圈，甚至还来了个倒立表演。你今天错过了一场好戏，跟沈团长搞破鞋的那个女人的婆婆跑来家属院闹事，还骂朱燕是不下蛋的老母鸡，当时闹得可凶了，还是领导亲自下场，那个老女人才离开。婆婆还有婆婆支持儿媳妇搞破鞋，当真是开眼界了。那个女人是寡妇，家里有个3岁的儿子，她承诺她婆婆会给她一笔钱。她为什么骂朱燕是不下蛋的鸡？她不是有个女儿吗？在她眼里，儿子才是人，女儿不是人。宋若英就挺无语的，难道她不是女人？又闲聊几句后，李嫂就离开了。媳妇，吃饭喽。来了。吃完饭，宋若英拿出信封给家里人写信，这一写就是1个多小时。写好了吗？我去烧水洗澡。烧好了。谢谢。洗完澡，宋若英躺在床上，霍思潇关上灯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木床滋滋呀，一直想到凌晨。次日，宋若英又起晚了。今天不用去部队，师长让我带你一起去。你怎么不叫醒我？不急，师长是爸的战友，人还不错，不会计较这些。再说，就算去晚了，他也只会说我，不会说你。吃完早餐，两人来到师长办公室。师长看到宋若英的第一眼，就知道霍思潇为啥对她上心了。这丫头不仅长得水灵漂亮，气质也是1等1的好。看着娇滴滴的宋若英，一向爱财的师长犹豫了。这丫头力气是大，但皮肤太白嫩，只怕受不了日晒雨淋。丫头，你这力气是天生的。我娘说4岁的时候就把我3哥推到地上，当时我娘吓得不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大。不过这个事只有我家人知道。听说你在家没干过农活？我娘说女孩子家家的，白白净净才好看。我姐也很少下地。你不是说是师长想把我招进去吗？他可能怕你吃不了苦。宋若英本来就不想去，师长不提，她更自在。回到家后，宋若英就同李嫂子、刘嫂子准备进山再去采点野菜什么的。咦，飞虎呢？飞虎乱跑，没事吧？不会，他知道路，别管他，玩够了就会回来。洛洛，你听，那边好像有说话声。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几个军嫂上山摘野菜，不料竟发现惊天大秘密。他们说的是哪国语言？你们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去就来。洛洛，别去，危险。那2个人讲的是东瀛话，他们要炸研究室。这个事一旦成了，不仅会伤到人，国家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李嫂子心口一震，关系到国家的事，她怎么能当缩头乌龟？加我一个。洛洛也加我一个，3个人的努力总比单打独斗强，而且我还有这个。我们要好好策划一下，不能贸然冲出去。3人商量半天才出结果。刘嫂子有锄头，就和李嫂子从背后偷袭，然后宋若英对付另外一个。他妈的，敢打老子，老子毙了你！不愧是飞虎，真棒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华国人，货真价实的华国人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洛洛，他们说的话跟我们一样，长得也不像其他国家的人，会不会刚好是会说东瀛语的华国人？放心，假不了，把他们交上去，国家肯定会给予奖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会奖励什么呢？宋若英几人直接把人送到部队，说明缘由。这么大的事，哨兵哪敢做主？他拔腿就去找领导。霍团长，外面来了3个军嫂，说有特务要炸我们的研究室。霍思潇一听，这还得了？他冷着脸来到大门口，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头又开始疼了。你在哪抓的？霍团长，这2个人是坏蛋，他们想破坏我们国家的研究室。没有，我们没有，你们冤枉人。冤枉你吗？别以为我们是乡下人就听不懂你们的东瀛话。说完，刘嫂子还开口说了一连串东瀛话。天才啊，只听1次就能记住，不是天才是什么？这是他们说的，你懂他们的语言？不懂，我就照着他们说的再说一遍，不知道意思。霍思潇眼神一凝，把人带进部队，还让刘嫂子当着师长的面再说一遍。你学过东瀛语？没有。师长看向他们3个，这一届的军嫂不简单啊，一个天生力气大，一个模仿能力强，还有一个应该是潜能还没激发出来。你们是怎么抓住的？宋若英一字不落地将过程说了一遍。胆子也太大了，幸好这2个人只有3脚猫功夫，若是个厉害的，他们3个哪还能站在这里？你们先回去吧。走出办公室，李嫂子和刘嫂子双脚软的，只能在宋若英的搀扶下行走。洛洛，我见到师长了。师长好严肃。回到家，3人的心情依旧久久无法平息。洛洛，你那个东瀛话在哪学的？一个老爷子教的。你好厉害，你也不错。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军嫂。渣男嫌弃我全家都是泥腿子，逼我退婚。当我成为工人后，又来到厂门口跪地求复合。上次的奖励下来了，上面把你安排在供销社，1个月38块，30斤粮食，还有其他福利。什么时候去上班？越快越好。行，我明天拍电报回去，让我姐过来。宋铁柱，你的电报。同志，是干事寄来的吗？好像是。王春香不太识字，她拿起电报去找宋大伯。大哥，铁柱不在家，你帮我看看电报上写了什么。
天大的好事啊！洛洛说领导在供销社给他安排了工作，他不想上，让小厮去，还给你们寄了东西，电报快一点，包裹可能要晚几天到。什么工作？军嫂还给安排工作？还有小厮有工作，没法去干事呀。供销社的工作挺好的，洛洛为啥不去？难道里面有什么内情？洛洛不想去就不去呗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依我看，就让小厮去，方便他找对象。纺织厂的工作给老大媳妇，小厮每个月还多少，他也还多少。娘，这样安排，老二媳妇会有意见。让人去纺织厂，把这个事跟小厮说一下，看他怎么说。小厮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位同志，我不认识你，麻烦让一让。小厮，我是你对象啊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惹你生气的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女同志，男人能放下面子认错就是好男人，你原谅他吧。是啊，你看他那额头都流血了。李涛，当初是你跑到我面前说我家人全是你腿子，我一个农家女配不上你，我如你所愿把婚给退了，你现在却又跑来搞什么深情男，你当我们宋家好欺负是不是？我没说，你肯定听错了。小厮，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你把我伤成这样，竟然轻描淡写带过。李涛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在我这儿没完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以后会找个什么样的。宋老大来纺织厂找宋小厮，看到李涛也在，脸色大变。你他妈的又欺负小厮！我没有，你误会了。老子会误会你？李杂种，老子告诉你，你若是敢欺负小厮，老子揍死你！我没欺负他，我只是想跟他继续。滚，别了新人！碍眼的人一走，宋老大便带着宋小厮来到没人的地方，跟他说起电报的事。领导给洛洛在那边安排了工作，他不想上班，让你去顶替，想去吗？宋小厮当场愣住，这世上竟然还有不想上班的人。爹娘怎么说？你甭管他们怎么说，就问你想不想去。我顶洛洛的班，他怎么办？宋老大也搞不懂宋若英的脑回路，这年头谁不把工作当宝贝？只有他说不要就不要。你请假跟我一起回去，看爷奶怎么说。原本我全家都是泥腿子，自从我穿越过来后，家里多了2个工作岗位，一家人还得商量下如何分配。小厮，洛洛那边有个工作，你想不想去？这话一出，宋家的2个嫂子眼睛倏地亮了。大姑子若是去了干事，纺织厂的工作就会轮到他们。爷爷，我去。你们想要纺织厂的工作？宋大嫂、宋二嫂齐齐点头，傻子才不想当工人。工作只有一份，你们告诉我，给谁最合适？宋大嫂、宋二嫂傻眼了，这问题棘手啊，给谁都得罪人。抓阄吧。娘，这个主意好。宋铁柱到柴房找出一根草棍，折下2根长短不一的草棍，用手遮住草棍的一端，露出另一端。宋二嫂一脸的蠢蠢欲动，又怕手气太差。你是大嫂，你先来。我不敢。宋大哥的紧张程度一点也不比他们2个小。想清楚再抽。宋大嫂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手从中抽出一根草棍，看长度不短，就是不知道是抽中了还是没抽中。宋家的列祖列宗一定要保佑我抽到，等我有钱了买肉给你们吃。快点，别耽误时间。能抽中更好，抽不中说明你没有当工人的命。宋二嫂抽出剩下的那根，2根一比，宋二嫂的那根要稍稍长一点。列祖列宗真管事，哈哈哈！我以后是工人了。恭喜恭喜！此时宋大嫂后悔自己抽钱没有拜一下宋家的列祖列宗。安静，娘，你不会变卦吧？闭嘴！纺织厂的工作是花钱买的，工资要先还账，全部完清后，二房每个月只能留3块当零用钱，其他上缴。没分家就是这样，赚的钱都要上缴。宋二嫂心里默默算着，1个月3块，1年也有36，比下地强多了。娘，你好大方，每个月还给我们零用钱。宋大嫂心里又不舒服了，二房有零用钱，他们大房什么也没有。大房每个月也是3块。谢谢娘。小厮，工作是洛洛的，你每个月拿1半工资给洛洛，连续给4年，剩下的1半自己留着。好，今天把行李打包好，明天带你二嫂去厂里把手续办好，后天早上6点出发，让老大送你去。这么快？洛洛说越快越好。当上工人的宋二嫂自然是要去村口八卦处显摆一下啦。你大姑子愿意给你？我大姑子要去干事，那边有工作，福利也不错，家里的工作就落到我跟我大嫂身上。我运气好，被我抽到了。你小姑子找的工作是供销社的工作，比纺织厂轻松。我大姑子在那里，搞不好还能找个当兵的。其他人羡慕的不要不要的，宋家真的要走运了。我将上面奖励给我的工作让给姐姐，没出过远门的小厮一不小心就和宋大哥走失了。大哥，同志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同志，你不诚实啊，都走不动了，还嘴硬说不需要帮忙。你想干什么？快把行李还给我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。王震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女同志当坏人了。
同志，我是军人，不会欺负你。没骗我。王震拿出军人通行证递给他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。你在甘氏76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认识霍思湘吗？啥？他是我团长，你是谁？他是我妹夫。原来是嫂子的姐姐啊，那我也叫你姐姐。我叫王震，咱哥叫什么名字？我去广播室喊一下名字，这样容易找些。宋明浩。咱哥这名字真好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大妹，我以为你碰到人贩子了，一直在里面找你呢，幸好你没事。他跟妹夫是一个部队的，叫王震，是他帮了我。谢谢。别客气，举手之劳。霍思潇两口子到的时候，王震三人正聊得热火朝天。你们怎么碰到一起了？宋小思看着漂亮过头的妹妹，10来天没见，又漂亮了。王震喊了声嫂子，接着把他跟宋小思的相遇经过说了一遍。缘分这东西是真的强大。好了，这个点大家都饿了，咱们先去国营饭店吃饭吧。洛洛，回家吃不行吗？那里贼贵。从这里到部队2个小时，我们还要去邮政局拿包裹，也要耽误不少时间。这样一搞，到家就天黑了，不在外面吃，难不成回家做？好累人的，我才不要。宋小思顿时就不说话了。几人回到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乖，别叫。进了屋，宋洛英累得不想动，便让霍思潇去烧水。你怎么能让妹夫烧水？他为什么不能烧水？他是军人，是要做大事的。在我这里，他首先得是我男人，在我们家，家务什么的都是分工合作。宋小思说不通，宋洛英又偷偷瞄了下霍思潇，见他没什么情绪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幸好妹夫没生气。休息片刻后，宋洛英将京堆寄来的包裹拆开，里面有麦乳精、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手表等等。最底层还有一包东西，打开一看，宋洛英惊呆了。70年代闪婚军哥哥，一不小心就成了个万元户。洛洛，这是谁寄来的？我婆婆寄来的，这些钱是给我们结婚用的。洛洛，你公婆对你好，你也要对他们好，不能让他们寒心。我会把他们当亲生父母一样。这些是妈寄来的。妈5000，爷2000，加我们存折上的，一共是16000。爷的那2000，我想退回去。不用，不是只给我们，堂哥结婚，爷爷也会给钱。也行，等我学好医术，给爷爷做些养身体的药丸子。你想学医术？我喜欢医术。你在哪里学？附近村，离这里20-30分钟的距离。洛洛，大哥支持你。家里只有2张床，宋洛英跟宋小思睡一张，宋老大一张。霍思潇不习惯跟男同志睡，便去了部队的宿舍。洛洛，什么事？都几点了，还在睡？快起来！姐，这是家属院，不是老家，不用上工，没必要起太早。供销社8点上班，你7点半起就行了。包吃包住吗？包吃不包住，我给你在供销社附近租了房子，1个月2块，有2个房间，还有1个小院子，挺不错的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小妹，妹夫几点回来？今天部队有事，可能要晚上才回来。3人吃完早餐后就一起来到租房。我喜欢这里，现在带你去供销社报到，明天上班。来到供销社，宋洛英找到主任，把工作证明材料递给他。主任看完后，立马给宋小思办入职手续。从办公室出来，宋小思的笑容就没下去过。刚刚主任说只要好好工作，工资还会上涨。加油，争取早点涨工资。洛洛，救我！又是你，滚！别逼我揍你！有本事就来啊，谁怕谁啊！宋老大常年做农活，肌肉发达，一拳根本伤不了他。挨了一拳后，他就对着男人一顿乱呼：大啊，我让你欺负洛洛，我打死你！洛洛，我把人打死了。洛洛，怎么办？没死，只是晕过去而已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堂哥是研究所的人，离这里不远，我现在住他家。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他怎么也在这里？他想要我手里的传家宝，我不给，他就一直缠着我。这事要好好处理一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告他耍流氓，看公安怎么说。上次告过一次，不到1个小时就出来了。他有亲戚在京都公安局总局。他有单位吗？有单位的话可以写举报信去他单位，最好是匿名。没用的，那就雇人打一顿，最好打断1条腿，在床上躺3-5个月，哪还有时间找你麻烦？宋老大和宋小思脖子一缩，天啊，小妹好暴力！阿雪眼睛一亮，倒是觉得这主意不错。洛洛，谢谢你。你住哪？家属院。家属院离我住的地方不远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好，去找你玩。随时欢迎。对了，雇人时别给对方留把柄，最好让男人出面。好。有芋头、萝卜、土豆等等，这些都是妈给你的。接着宋小思又拿出4条干鱼跟1只干鸭子。鱼是2伯母的，鸭子是大伯母的。大哥，帮我把行李拿去租房。骑自行车去，快一点。我不会骑。我去。姐，你做饭，米在灶房的米桶里，菜在砧板上，顺便把干鸭子也炒了。行。大哥，洛洛去哪了？去租房送行李了。不是说晚上才回来吗？我是回来告诉你，这段时间我在宿舍睡。
为什么？1个月后，部队要组织5年1次的军事大比武，这段时间很忙。行，那2个人审出来了，他们确实想炸研究所。师长说你们3个是功臣，会给予你们奖励。可以给工作吗？你想把工作给谁？我。你不是不想上班吗？供销社的工作不自由，我喜欢假期多的。当老师就很不错，假期多，工资可以，很适合我。你这个学历当老师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位置。我跟师长提提，看他怎么说。没事，我可以当。对了，我不当班主任。行，独依你。站在门口的宋大哥看到这一幕，尴尬的差点抠出一套房。宋大哥在家属院待了2天才回老家，把人送走后，宋洛英立马带着飞虎往山里跑。这次李嫂子、刘嫂子没去，宋洛英打算往深山一趟。军嫂带着自家狗子上山采药，不料却遇见一老人被几百斤大石头压住双腿。飞虎，把人拉出来。同志，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这条老命只怕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刚刚那块几百斤的石头，是你一个人抬的？你觉得呢？你这力气不是一般的大呀。一般般，骨头没碎，受了点小伤。信得过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下。小丫头，你到这深山来干嘛？来采点药草。你也是中医？看过几本书，认识一些草药。老人家，我看你竹篓里采了不少药材，难道你就是附近村的老中医？家里缺药材，上山采点，没想到会被石头压住，也幸亏遇到你。老爷子，我想跟你学医术，你觉得能行吗？啥？你是认真的？比真珠还真。老人家收徒要求高，没天赋不收，没医德不收，没孝心也不收。但看在宋洛英救过他的份上，老人家还是同意了。我可以教，最终能学到多少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这个我懂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谢谢师傅。说完，宋洛英从老人的竹篓里找出几株活血化瘀的草药，用石头磨成汁，敷在老人家的腿上。看几本书就能学到这个程度，说明你天赋还不错。嘿嘿，上来，我背你下山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宋洛英搞不懂他一个七旬老人扭捏什么，他也懒得多话，直接背上老头就走。小丫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知不知道？呵呵，你一个老腊肉，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我再老也是男人。没人说你是女人，但你腿受伤，不能走路，这是事实。老人知道自己说不过宋洛英，只好闭嘴。宋洛英把人送到，又检查一下他的伤，红肿部分消了不少。受伤的脚先别下地，吃饭喝水什么的，让你家人帮忙。我一个人住。你这么大年纪，居然一个人住，你儿子也放得下心？我还年轻，我还不到70。啧啧，真看不出来。你言归正传，你这腿不注意肯定不行，不然1个月都好不了。这样吧，你儿子住哪？我送你去他那。去哪了？涂老伤感地指着天空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是军医。25岁那年上前线救人，光荣牺牲。老人腿受伤，留他一个人在家。宋洛英不放心，去我家住几天？你要带什么衣服？我帮你清。不用，我能行。你自己也是医生，你会喜欢不听话的病人吗？宋洛英板着脸，凶巴巴地看着涂老。涂老最后还是妥协了。军嫂上山采药，意外救了个中医老头，把他送回家，才得知他儿子是一个军医，25岁在前线救人时不幸牺牲，于是决定先将老头带回家照顾一段时间。涂医生，你是？我小崽感染风寒，去你那看过2次。涂医生，我家有晒干的草药，你收吗？收。他年纪大了，上山采药危险，只能收药材。但这年头懂草药的人实在太少，这次若不是缺药材缺得紧，他也不会亲自上山。李嫂子回到家，一股脑儿将3个簸箕端过来给涂医生看。涂医生，这些能卖多少钱？涂医生检查簸箕里的药材，越看越震撼，里面可有不少好药材。12块。多少？这个贵，一株能卖好几块，就是难找。我赚钱了，我赚钱了。现在要还是送去你家？你帮我把这些草药用麻布袋装。涂医生，全在这里。好。洛洛，感谢你教我识草药。李嫂，不用客气。老霍，谁给你寄了这么大一个包裹？是我儿媳妇，这有了儿媳妇就是不一样。我家小子从没给我们寄过东西，这结了婚马上就安排上了。哎呦，我儿媳妇真好。那人听得酸溜溜的，他家的3个喜从未给他们买过什么，还只想搞他们的钱。你儿媳妇可能是认为自己配不上你儿子，特意给你们寄些东西，好让你们接受他。你儿媳妇好有心机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一个大男人像八婆似的，叽叽哇哇没停，羡慕嫉妒直说，又没人笑你。回到家，霍人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裹，里面有2瓶蜂蜜，还有一些干果、野鸡、兔子什么的，还有一麻袋花生跟野果。最底下还有一封信，霍人按照信上的安排，给老爷子拿了些野果、蜂蜜、花生去。老爷子，我来了。让你小声点，小声点，总是不听，想吵死老头子我是不是？你孙媳妇给你寄东西来了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我拿走了。东西留下，你滚。
老爷子看到里面有蜂蜜，立马手指沾了一点放入嘴里，味道很纯正，甜甜的蜜香，口感很好，于是就拿起电话给自己好友打了过去。喂，我告诉你，我孙媳妇可孝顺了，她给我寄来了蜂蜜、花生，还有一些干货。哎呦呦，这么多儿子都没人知道我喜欢蜂蜜，就我孙媳妇一送就送到我心坎上，你说我运气咋就这么好呢？电话里除了炫耀他孙媳妇，还是他孙媳妇。电话那边的老人听得都快吐了。你能不能换个话题？不能，我有这么好的孙媳妇，为什么不能说？为什么要掖着藏着？你这个糟老头，坏得很，居然不让我提孙媳妇。霍人嘴角止不住抽了一下，原来炫耀也遗传。霍大伯母得知宋洛英给老爷子寄了东西，匆匆赶了过来。爹，阿萧媳妇给你寄了什么好东西？又没有你的份，问什么问？我就问问。你结婚多年，从没给我送过什么，人家洛洛刚结婚就知道给我寄东西，亏我还对大房一家那么好，哎，一片真心喂了狗啊！爹，你喜欢什么，我给你买。老爷子气笑，他是缺东西的人吗？他要的是那份心。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有阿萧媳妇就行了。自己那几个崽子一个个的只知道低头工作，不知道巴结老头子，再这样下去，老头子的钱都要进乡巴佬的口袋了。同一时间，沙坝村的王春香也收到了包裹，她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好东西，有蜂蜜、麦乳精、牛奶，还有干货。她拿出里面的信让老大媳妇给她念，老大媳妇只读到4年级，有很多字不认识，磕磕巴巴念了很久才念完。你还年轻，多看点书。这是洛洛寄回来的。洛洛有孝心，每次有好东西都不会忘记我们。娘，老大说那边有个老中医，洛洛想跟他学医。学医好啊，家里谁要是有个风寒感冒，就不用去找别人了。三弟妹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刘美娇退婚了，找了个军人，听说军衔还蛮高的，好像也在干事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跟洛洛男人一个部队。啥？好好的，怎么说退婚就退婚？他就不怕名声不好？呵呵，刘美娇想跟洛洛比，他对象不愿意给那么多彩礼，就这样吹了。不过说到底，他还是有点运气的。家属院新来一个团长，没想到的是他媳妇竟是我的死对头。洛洛，听说舞团团长今天要搬进来，是空降还是76部队升上去的？不是76部队的，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。30岁左右，有个5岁的儿子，他媳妇好像跟你一个地方的。宋洛英也没在意，毕竟一个镇那么多人。朱燕她男人退伍了，她还能住家属院吗？你不知道，我该知道什么？他跟沈团长沈正离婚后，又在部队找了一个，级别比之前那个低一点，所以他还在家属院。宋洛英被朱燕的速度惊到了。洛洛在吗？你认识洛洛？我们是一个村的。洛洛是你老乡。你嫁了个二婚？刘美娇面容一僵，她也不想嫁二婚的，但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如她意。不说其他，至少人家彩礼多呀。我男人年轻有为，就算二婚也有大把黄花闺女嫁他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就是来告诉你，我也住这里，以后可以常来找我玩。我忙着学医，没时间玩。刘美娇脸色微微一变，看宋洛英的眼神带着审视。这个蠢货变得不一样了，以前不管他说什么，他都会照做，现在竟学会拒绝了。你想干嘛？刘美娇气得倒仰，在老家所有人护着宋洛英，到这里还是一样。刘美娇带着一肚子怒火回家，看到继子浑身脏兮兮的，冲过去一巴掌拍在他肩上。刚换的衣服又脏了，你一天到底要换几次才满意？后娘打人了，后娘打人了！怎么回事？他又把衣服弄脏了。我想着这里是家属院，不是老家，整天脏兮兮的，别人会看不起，也会说我这个后娘的不是，所以我就拍了他一下，哪想他会哭得这般伤心。范志伟信以为真，他看向黑不溜秋脏兮兮的儿子，眼里露出一抹复杂，也不知道这小子像谁，贼眉鼠眼的，没一个地方像他。若不是知道王七是老实人，他都要怀疑自己被戴绿帽子了。狗子，爱干净点，别老往地上钻。明明是他打我，你却直骂我不骂他，我知道你们嫌弃我，好，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总行了吧？狗子丢下这句话就跑了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不会跑太远，在外面待不了多久就会回来。你现在追上去，他会很得意，以为你怕他，这样一来，以后只怕会更难管。范志伟觉得这话很有道理，也就不急了。然而临近天黑，狗子还是没回来。这下范志伟急了，他匆匆跑去找人，在家属院找了一圈，影儿都没看到。美娇，快跟我一起找人！在农村，5岁的孩子都能挣工分了。他明知道今天搬家，还搞出这么多事。志伟哥，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，故意给我下绊子？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跟他计较。我们先去找人，找到人再好好教训他。两人把附近都找遍了，也没找到人。5岁小孩只是被年轻后妈拍了一下肩膀处的灰，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直到晚上都不见人影。志伟哥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说他会去呢？范志伟听到这话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，他拔腿就往这边跑。
狗子，狗子，志伟哥，这是狗子的鞋，他好像出事了。范志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好似是当头一击。狗子看着讨人嫌，但到底是范志伟的骨肉。不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反应过来的范志伟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捞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捞到。刘美娇深知范志伟一个人能力有限，他就跑回家属院搬救兵。难怪人家说有后娘就有后爹，不是自己的孩子说打就打，一点也不知道心疼。这天都黑了，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哎，造孽啊！找到人了吗？还没有，好像掉河里了，想找几个会游泳的帮忙找一下。这段时间男同志都住部队，女同志又没人会游泳，你去部队问问。我才来，对这一片不熟悉，你能给我带一下路吗？行。朱燕得知刘美娇跟宋洛英是同乡，正想找机会多接触呢。另一边，此事也传到了洛洛耳边。这么久才去找，若真跳河早淹死了。是啊，你说孩子不听话，把人交给他亲爹管不就得了？打人干啥？要不我们也去找找。宋洛英也有此打算，她跟刘美娇不和，但跟小孩没有任何冲突。飞虎，我们走。两人一狗来到河边，飞虎找到那只鞋闻了闻气味，觉得不对，咬着宋洛英的裤脚，拉着她往部队走。那孩子没死。宋同志好。同志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进部队？是王连长带进来的，说孩子迷路了。孩子的爹娘在找他，麻烦你叫一下他。看到王震，宋洛英才知道哨兵口中的王连长是他。王同志，你在哪看到他的？在河边，这小子胆儿大得很，玩水玩得可起劲了。你是谁？没大没小，叫嫂子。不是嫂子，是姐姐，漂亮姐姐。小家伙，你爹以为你淹死了，还在河里捞人呢，快跟我走。狗子你在呢，爹不该说你，你回来，只要你回来，爹再也不骂你了。你回来，快回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赖账。5岁小孩离家出走，亲生父亲听信后妈的话，任由其不管，直到傍晚才着急出去寻找，最终在小河边发现小孩的一只鞋。狗子你在呢，爹不该说你，你回来，只要你回来，爹再也不骂你了。你回来，快回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赖账。熟悉的声音直击范志伟的天灵盖，他猛地将狗子搂入怀里。刘美娇在人群中看着紧紧抱在一起的父子俩，眼底划过一抹戾气。孩子什么的太讨厌了，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。狗子，对不起，是娘的错，娘不该说你邋遢，以后娘再也不说你了。不愧是一杯绿茶，这茶言茶语的，听得人直发哦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后娘说你邋遢还不是为你好，都5岁了还不知道时好丑。我还以为是后娘打人呢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小家伙，后娘也是娘，你可不能因为她不是亲娘就糟蹋她的好。是啊，今天这么一闹，吓坏多少人啊。后娘不好，我才不要这样的后娘。她打我，还骂我是饭桶，也不给我买糖。爹坏，娶了小媳妇就不要亲生儿子。娘，亲娘，你为啥不把狗子也带走？娘啊，你没了后，狗子在这个家就是多余的了。小家伙哭得撕心裂肺，那圆润的眼泪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。这一刻，他们又觉得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。你不是多余的，你是爹的好儿子，你想要什么，爹都答应你。没骗我，没骗你。我要奶奶来陪我。范志伟的手一顿，他娘不喜欢美娇，他要是来家属院，家里还不乱套。爹，你刚刚还说什么都会答应我，你又骗我，你是坏人，你不是我爹。娘啊，亲娘啊，狗子想去天堂陪你。小家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晕过去。刘美娇在一旁看得面容铁青，恨不得一耳光招呼过去。肯定是老钱婆教的，老不死的见不得我好，处处给我使绊子。这小家伙的演技不错啊，小年纪自成一派，这要是放在后世，肯定是个童星。太可怜了。漂亮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觉得你跟你爹回去更好。我爹说话跟打屁一样，我不想理他。走吧。狗子屁颠屁颠跟在宋洛英后面，那谄媚的样子看得刘美娇牙疼。涂老在宋洛英家待了1个星期才离开，一到家就被村民围住。涂医生，这几天你去哪了？涂医生，你再不回来，村长就要去报公安了。前几天上山采药不小心被石头压到脚，走不了路，徒弟不放心我，硬要我去他那住几天，这不脚一好我就回来了。咦，你收徒弟了？刚收的。我徒弟天赋好又有孝心，这辈子能收到这么个徒弟，真的是值了。你徒弟哪里人？哎呦，我竟然忘了问这个。涂老，收个徒弟，你咋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你不懂。以前做什么都是一个人，孤单得很，现在不仅有人陪，还有人关心他，能一样吗？在霍思潇离开的第10天，宋洛英提着篮子正准备去部队，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：洛洛。没想到70年代还有如此大义无私的人，手持一蛇皮带的金条，竟选择无偿的奉献给国家。洛洛，阿学姐，你来啦。洛洛，我想找你男人，能陪我走一趟吗？你找他干啥？
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找他有事。行吧。来到部队，哨兵对着两人行了个军礼。他是新来的，不认识宋洛英。同志，你们找谁？我找三团团长霍思潇，麻烦叫一下。哨兵立马去里面找人，没一会，霍思潇就出来了。你来了，阿学姐找你。霍同志，我手里有黄金，想捐给部队。跟我进来。领导，这是我外公留给我的，我想捐给部队。师长从蛇皮袋里拿出棉布，打开一看，顿时被一块块黄金亮瞎了眼，目测有20块。他颤抖着手捧着仿佛1000斤重的黄金，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现在部队缺经费，这些黄金能够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。好，我代表部队谢谢你。你是哪里人？叫什么名字？我要登报好好感谢你。阿雪的外公是民国时期的商人，他目睹东瀛人肆意侵占华国国土，杀害华国人民，一时之间义愤填膺，于是便创立了药材厂，专门赚东瀛人的钱，然后又把赚来的钱捐给华国政府。领导，登报就不用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同志，我会把你的事报上去，组织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不要，我什么也不要。同志，别激动。领导，我是真的不想要回报。霍思潇见师长有话要问阿雪，他对宋洛英使了个眼色。接收到信息的宋洛英悄然无息地退出办公室。随后，霍思潇带宋洛英来到他的单人宿舍。有没有想我？想。听到这个字，霍思潇心神荡漾，仿佛沐浴在春风里。随后，两人就在宿舍里聊了半小时的天。从部队出来，宋洛英就跟阿雪分开了。他刚回到家，就看到院子里站着一个陌生人。你找我？赵晶看着精致绝美、皮肤好到爆的宋洛英，顿时愣住。这就是阿萧哥哥找的媳妇，好漂亮，看得他都心动了。嫂子，我是阿萧哥哥的妹妹，你是他媳妇，就是我嫂子。霍家生的全是儿子呀，难道是阿萧姑姑家的闺女？之前好像是听阿萧说姑姑有个闺女，你是姑姑家的？我跟阿萧哥哥住一个大院，现在在军医院上班，离这里半个小时。这次调动是赵晶主动申请的，他就是想看看宋洛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才选择来这里。哪想一个照面就把他给策反了。走吧，进去坐。就在两人往里走的时候，跟过来看热闹的朱燕也紧随其后。相亲闪婚君哥哥，随军多天后，院子突然来了一个姑娘，还自称是我男人的妹妹。你一直在这边工作吗？他是为了你男人特意调过来的，你男人跟他是青梅竹马，人家感情好着呢。嫂子，别听他乱说，我从小崇拜阿萧哥哥，只把他当做。说到这，赵晶就卡壳了，他急得不行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到底当什么呢？当偶像。对，就是偶像。朱燕从小跟赵晶认识，很清楚这个女人对霍思潇的感情，才不相信她只把霍思潇当偶像。赵晶，这话不对，大院里谁不知道你想嫁给霍思潇？你敢说你来干事工作不是为了他？你闭嘴，屁都不知道一个，还以为自己很厉害。朱燕才不怕他，他清楚这个女人就是纸老虎，看着凶巴巴的，其实根本没什么威慑力。我又没说错，宋同志，你若是不信，可以打电话去大院里问问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让你乱说，我让你乱造谣，长得丑也就算了，心还这么黑，你要是敢把我嫂子吓跑，我找你拼命。赵晶突然动手，朱燕没防备，脸上被他抓伤好几道口子，还流了血。这是我跟他的事，放开我。这是我家，想打人回你家打。朱燕噎住了，这乡巴佬傻不傻的，居然维护自己的情敌。他想跟你抢男人，你还帮他，你是不是缺根筋啊？你放屁！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跟亲妹妹抢男人，还想把你那个残花败柳的妹妹介绍给阿萧哥哥？你们欺负我，我打死你们！朱燕双手在空中毫无章法的挥动，挥了半天，什么也没碰到，还把自己累得半死。哈哈哈！不许笑！你让我不笑就不笑，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朱燕一张脸气得通红，额头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。放开我！我这里不欢迎挑拨离间的人，滚吧！朱燕气得不行，又拿宋洛英没办法，只能憋着一肚子气回家。路上遇到刘美娇，两人有共同的敌人，一拍即合，一下子就凑到一块了。这边发生的事，宋洛英一无所知。你很喜欢霍思潇，嫂子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你们结婚后，我对阿萧哥哥就没有幻想了。我见你，只是想看看你有多好，才让阿萧哥哥心甘情愿结婚。嫂子，看到你之后，我更喜欢你，在我心里，你占第一，阿萧哥哥占第二。听到这番解释，宋洛英嘴角止不住一抽，情敌还能这样啊？嫂子，我要是说谎，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现在是新社会，不可以迷信，小心被人抓住把柄。赵晶吓得脖子一缩，做贼似的看看四周，见没人听到，才暗暗松一口气，接着又目光灼灼地看着宋洛英。嫂子真漂亮，哪怕在京都那样的大城市，也找不出嫂子这么漂亮又有气质的女同志，不愧是阿萧哥哥，眼光就是好。赵晶原本想给宋洛英一个下马威的，见到人后彻底被策反。嫂子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玩。宋洛英看着消失在门口的背影，轻轻一笑，挺有意思的一个人。次日一早，一人一狗又往深山走去。军嫂带着自家狗子上山采药，不料竟发现一条小家伙。
这小蛇还真有点聪明。算了，飞虎，我们走。宋洛英总感觉这条蛇是在逗着他玩，也就不再纠结，继续寻找草药去了。宋洛英傻眼，这条蛇竟然跟上来了，特么的，这怕是成精了吧？一狗一蛇，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共识，居然没继续再叫。这条蛇好像很有灵性，只是吓人，但不咬人。飞虎被宋洛英撸得很舒服，它躺在地上享受着主人的抚摸。小蛇仰头看着宋洛英，好像在说我也要。我这是出现幻觉了吗？不要，赶快将这荒谬的想法丢掉。飞虎，我们继续采药。飞虎得到命令，站起身跑去前面探路，小蛇也跟在后面。它速度慢，游不快，气得对着飞虎的屁股发出嘶嘶的声音。飞虎这下才想起什么，他跑回来对着小蛇汪汪叫了几声。他是不是想跟我们走？飞虎人性化的点点头，小蛇也跟着点头，确定过眼神，这条蛇能听懂人话。你有毒，我不想带你走。小蛇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。宋洛英不懂兽语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你是说它不会咬人，也不会吓人？跟我们走也行，但只能待在后院，并且不许吓人。你以后就叫小青吧。回到家，宋洛英又马不停蹄地把今天采的药洗干净，再把需要捣碎的草药放入石窝里，用石杵不断地敲击，将药材捣成碎末，把药丸做好。已经是下午5点，宋洛英饿得肚子咕噜叫。嫂子，嫂子，我来了。你一路跑来的？我没自行车，只能用走的。嫂子，这是谁做的？是我。嫂子，你会中医？我在学中医。哇！嫂子，你好厉害，比大城市的女同志厉害多了。我要是男的，我也娶你。你多大？21。我才18，你比我小2岁，喊嫂子是不是不合适？阿萧哥哥比我大，你是他媳妇，我就该叫你嫂子，这个是规矩，不能变。宋洛英噎住，坐了一会，宋洛英便开始做饭。别看赵晶在大城市长大的，但做饭切菜什么的都会，比宋洛英做的还好。两人配合不到半个小时就做好了。他们人少，只做了2个菜，一荤一蔬。吃吧。漂亮姐姐，后娘要打死我，快救救我！漂亮姐姐，后娘要打死我，快救救我！你这个后娘，好狠的心，这么小的孩子也下得了手，你还是人吗？我管孩子，关你屁事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你骂我？赵晶此时有点庆幸，幸好自己的阿萧哥哥没找这种人做媳妇，不然他死都不瞑目。这里是家属院，不是老家，你跟继子关系不好，会传到领导面前去，到时你男人的前途也会受影响。刘美娇有苦难言，不是她这个当后娘的不做人，实在是狗子太难管教了。今天若不是狗子把她新买的衣服剪成碎片，她也不会追着打。你也一样，千万别把小聪明当成大智慧，大人都不是傻子，心里有数的很。你如果想好好待在家属院，就懂事点，别耗子给猫捋胡子，没事找事。你娘死了，你爹不可能不再娶，不是他也会是别人，就算他们离婚，你爹还是会再娶。狗子把这话听进去了，他低垂着头，整个人都蔫了。刘美娇显然没想到宋洛英会帮自己说话，想到朱燕的计划，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星期3朱燕会请你去她家吃饭，她会在你碗里下料，你千万别去。造谣，刘美娇很擅长，害人她可不敢。你也参与了？没有，我就跟她说我们关系不好，然后她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大堆。听到这样的话，赵晶晶的瞪大眼睛，这些女人简直是刷新了她的3观。你们可是军嫂啊，不努力上进，一天天的只知道勾心斗角，你们对得起军嫂这2个字吗？知道军嫂是什么吗？军嫂是军人家庭默默的守护者，铁血军人们的坚强后盾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，专心为国家做贡献。可你们又做了什么？这一刻，刘美娇才意识到军嫂这个身份很沉重，她眼底划过一抹坚定，她会尽快适应军嫂的身份，也会把家庭搞好。过来，今天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以后不许这样。那你会给我买肉吗？才吃过，又想着吃，你以为肉是大白菜？跟我走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走，吃饭，再耽搁下去，菜就要凉了。这腊肉是你熏的？不是，我妈熏的。嫂子，能让阿姨帮我熏些吗？20斤左右。你觉得平民百姓能买到这么多肉？我给肉票，还给工钱。我帮你问问。嫂子，你一定要让阿姨同意，没有腊肉吃，我会生不如死的。嫂子，好嫂子，你这里还有腊肉吗？捐我一点好不好？京都那边不腌腊肉，腌是腌，但没这么好吃。腊肉我吃过不少，但这么好吃的绝对是第一次。家里还有2块，等会你拿1块回去。谢谢嫂子。2天后的下午，霍思潇拿着照片出现在院子里。今天去市里办事，顺便把这个拿回来了，拍得很好。宋洛英接过照片，低头一张张的看着，每一张都各有特色，韵味不凡。这师傅有2把刷子，还得是我媳妇漂亮，一身汗臭味，臭死了。媳妇，你想现在要孩子，还是等2年再要？随便，反正有就生。也不知道里面有了没有。你很喜欢孩子？还行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，画面很温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破这份温馨。
团长，团长，慢点，毛毛躁躁的干嘛？团长，王连长脑部中枪，一直昏迷不醒。霍思潇听到这个消息，晴天霹雳，早上还好好的人，怎么下午就出事了？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，说不定等会就醒了。王震在哪？军医院。宋洛英载着霍思潇踩得很快，没一会就到了医院。他把人送到，又骑车去了涂老那。师傅，师傅，咋了？这是急成这样？师傅，有个战士脑部中了枪，我想让你去看看。他有高超医术，就算能解决，也没人相信，所以只能把便宜师傅带过去打掩护。涂老一听，赶忙将刻着红十字的药箱拿出来，随后坐在自行车后面。徒弟呀，能不能慢点？你师傅我老了，经不起颠簸呀。宋洛英听闻，只好放慢速度。两人到医院的时候，王震处于昏迷状态，周边围着很多战友，一个个眼眶泛红，悲痛欲绝。师傅，快过来帮他看看。涂老走过去，从霍思潇手里拿过检查报告，看起来患者的头颅被子弹射中了，才导致昏迷不醒。这个手术有些难度，医术不是特别高超的医生不敢开颅取子弹。不过在涂老看来，只要用银针封住经脉，还是没问题的。老医生，真的能救吗？老医生，子弹取出来后会有后遗症吗？安静，安静，你们给我出去，这里不需要太多人，留1-2个就行了。涂老，太感谢您了。你要是真想感谢我，就把这些碍眼的人赶走，一个个的吵死了。师长扫向病房的战士，只留下4个人，其他人都回了部队。随后涂老就让人安排手术室。老人家，您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，不能随便安排手术室，这是规矩。涂老也懒得跟他多话，直接去找院长。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别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，快给我安排手术室。涂老发话，院长哪敢不从，他亲自给涂老安排手术室。洛洛，你来给我当帮手。院长也想塞2个人进去观摩，但涂老嫌人多碍事，院长只好放弃。院长，他是谁？大家都叫他涂老，他有着华佗在世之称，有他在，手术肯定成功。那医生倒吸一口凉气，他刚刚到底做了什么？进了手术室，宋洛英才知道他这个师傅不仅懂中医，还懂西医。看来师傅一个人就能搞定，他这一身医术只能继续藏着了。里面的人有条不紊地忙着给病人动手术，外面的人等得心急如焚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走廊上转来转去。连长意外中弹受伤，由于伤势过重，医生不敢手术，一身医术的军嫂洛洛只好请来自己那便宜师傅打掩护。可没想到那便宜师傅竟是位隐藏大佬。团长，那个老医生能行吗？都3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原来3年前他抓的匪徒越狱来找他报仇，被王震看到，替他挡了2枪，一枪在脑袋，一枪在胸口，都是特别危险的部位。霍思潇听完沉默了，这还真不能怪陈建军。傍晚时分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。人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只要今晚没发烧就不会有事。你跟师傅先回去，我在这里守着。这是退烧药，若发烧就给他吃1粒，能缓解一下，没发烧不用吃。辛苦你了。王震是军人，身体素质过硬，晚上并没有发烧。他是第2天早上10点醒的，他看着有些泛黄的天花板，傻傻呆呆的。这就是地狱，怎么跟军医院一样？难道地狱也有医院？王震，你醒了！医生，19床的王震醒了。王震看着远去的背影更呆了。团长怎么会在地狱？难道他也死了？没一会他就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往这边跑来，为他测量体温、血压、监测心率等。医生碰触他时留下的余温，让王震觉察到了不对劲。团长，我没死。你没死，是我媳妇她师傅救了你。我真的没死，太好了。不能太激动，不然容易引起2次昏迷。我不激动。这几天院长天天往涂老那跑。涂老，求求你出山吧，医院需要你。涂老其实也在考虑这个事，他年纪大了，留在农村安逸自在，倒是挺好的。但徒弟正值青春年华，他不能只想着自己，也得为徒弟多想想才行。去医院上班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。别说3个，就是300个，我也同意。第一，医院不能缺中药。第2，要给洛洛在医院安排工作，按医生的工资标准算。第3，给洛洛弄一个工农兵大学指标。第3个要求有点难，但只要用心去办就能办成事。院长生怕涂老又变卦，赶紧点头。好，我答应您。敲定好这些，涂老将院长打发走后，就去找宋洛英。洛洛，我在医院给你找了份工作。宋洛英愣住，在别人眼里，他只是个初学者，是没有资格在医院上班的。师傅，是你帮我争取的。等工农兵大学指标下来，你去学校进修，不仅有工资，还能学到知识。不要啊，上辈子我学的够多了，懂得也够多了，这辈子不想那么累，只想好好摆烂。师傅，去医院上班可以，至于工农兵大学就算了，我不想去。涂老是个很开明的老人，既然宋洛英不想去，他也不会强迫他。好，你不想去就不去。1000块彩礼钱怎么了？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难道还不止1000块？我还以为阿彪领导是单身呢，没想到竟找了个大美女。阿彪领导都25了，有对象很正常。
看，那就是阿彪领导的对象。看到那张日日思念的脸，宋老三脑海一片空白，他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。你说他是阿彪领导的对象？听说谈了有1个月了。宋老三饭也不吃了，他猛地站起身朝女人走去。此时女人也看到了宋老三，十分惊讶。宋老三在运输部学徒的事，并没有肆意宣扬出去，所以知道此事的没有几个人。你想干什么？宋老三看到他这个表情，也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毕竟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这是永亘不变的真理。你是阿彪领导的对象，双方都见过父母了，下个月结婚。你别想破坏我的好事。男方知道你是我未婚妻吗？要怪就怪你没本事，我跟你暗示过好几次过门的事，你却给我装聋作哑。1000块彩礼钱怎么了？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难道还不止1000块？人家彪比你会来事多了，我说1000，他立马同意。那边还没退婚，这边又找一个，你还真是厉害。既然瞧不起我，为啥不退婚？女人也想退，但她舍不得那50块钱的礼金。明天我会请假去你家把婚退了。不，你不能去，我这里有50块，给你，以后我们啥关系也没有，你不许到处乱说。宋老三将钱收好，连个眼神都没给女人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阿彪在暗处刚好听了个彻底。他是看到霍团长找了个漂亮姑娘闪婚来着，哪想竟找了个嫌贫爱富的女人。他眼光不行，跟团长没法比呀。随即阿彪请假回家，将退婚的事说了一下。说娶的是你，说不娶的也是你，是不是把我这条老命折腾没了，你才心甘？不是我要折腾你，是女方在折腾你。他隐瞒自己订婚的事实，又跟我好，你觉得能娶这种女同志进门？她一个乡下姑娘这么大胆。谁说不是呢？他订婚的那个男同志也在运输部，他还是我团长媳妇的三哥，这种情况公不能娶了。贱蹄子，订了婚还不守妇道，退，必须退！阿彪把这事说完，又赶忙回到运输部找宋老三说清楚。我刚刚才知道我找的对象是你未婚妻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跟你有婚约。不是你的错。阿彪眼底划过一抹戾气，这桩婚事能成，除了那个女人，媒婆也在里面起了极大的作用。她可不是好惹的，骗了她，一个也逃不了。下班后，阿彪找人去女方村撒播谣言，说他不守妇道，有未婚夫还到处乱勾引人，女人的名声一度跌入谷底，出门就被人指着骂，吓得他躲在家里，哪也不敢去。王春香得知女人做的事，也是跑到他家骂了半天才离开。这样一来，女人的名声更臭了。老家发生的事，宋洛英一无所知，此刻他正在山上采药。卧槽，要下大雨了。渣男嫌弃我全家都是泥腿子，逼我退婚。当得知我当上工人，又厚着脸皮来求复合，遭我拒绝后还不死心，现在甚至追到了军区家属院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放假了，就来找你玩呀。宋小四，你出来，我知道你躲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。李涛，你跟他还有联系？都退婚了，还联系啥？不过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找过我，我没理他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出来。这里是家属院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最好马上离开，不然我就报公安。小四，我们不退婚，好不好？我想跟你结婚，只要你同意结婚，我什么要求都答应你。滚！我不想看到你，别像牛皮糖一样粘着我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李涛恨宋小四的无情，这个贱人有工作就看不起他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搞到手，哪怕是用卑鄙手段也在所不惜。人家女同志都不想搭理你，你纠缠个什么劲？滚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！不要脸的贱货，跟我还没搞清楚，又跟其他男同志好，残花败柳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个智障玩意！哪个国家规定男同志不能帮女同志说话？就你这熊样，也难怪人家看不上你。我要是个女人，我也看不上你。再乱骂，信不信老子送你去公安局？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直接送公安局不就得了？李涛脸色突变，挣扎了几下，悲催的发现他的力气居然不如宋洛英。放开我！想得美！这男同志是谁呀？怎么还骂人？他是我前未婚夫，之前他家有亲戚在厂里当工人，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看不上我这个乡巴佬，就跑去跟我说要退婚。我爷爷听他的，把婚退了。后来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进了纺织厂，他可能觉得我是工人配得上他了，便又来骚扰我。洛洛拍电报说这边有工作，我就来了这边，没想到他会追过来。这种不要脸的男人，跟他客气什么？用扫帚打出去！滚，别占我们地方，丑不拉几的，别出来吓人。原本是宋洛英送李涛去公安局的，后来变成霍思潇。你们查一下他的介绍信。我介绍信没有任何问题。你是怎么进家属院的？里面的家属带我进去的。介绍信拿出来。李涛不给，工作人员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要将人关押起来。给。这是伪造的。这年头出门要介绍信，没什么当紧事，大队长一般不会开介绍信。李涛找了大队长几次，大队长没理他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跑去黑市弄了张假的。李涛带着目的来干事，事没办成，反而把自己弄进了公安局。返回家属院，霍思潇来到保卫处询问战事，得知是吴军的家属将李涛带进来的。
吴军也就是朱燕后面找的男人，不管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霍思潇还是上门说了一通。霍团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管好我娘，下不为例。霍思潇丢下这句话就走了。姐，对付李涛那种人，说几句狠话是没用的，你得采取行动。以后再碰到他，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眼光不行啊，居然看上一个不男不女的公公，找个当兵的不香吗？那一身腱子肉缠死你！宋小思脸皮薄，耳根一下子就红了，她垂着头，眼睛看着地上，不敢跟韩志远对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韩志远拉着霍思潇来到没人的后院，这狗子竟敢拦着主人进入自家菜园子，原来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好朋友小青。吴军不对劲，说来听听。他每个星期五都要出门，会跟不同的人接触，我怀疑他背叛了我们国家。霍思潇刚想说话，便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顺着声音看去，这一看把他惊了一跳，后院居然有蛇。霍思潇走过去，伸手想去抓小青的7寸，小青嗖的一下游进菜园子里，跟蔬菜融为一体。小青生怕被他抓到，然后把它炖成蛇羹汤。虎哥，救命啊！飞虎听到小青的求救声，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，咬住霍思潇的裤脚。飞虎想挨训了，走开，等我抓到蛇再跟你算账。大哥，自己人不要抓。飞虎挡在霍思潇面前，不准他去菜园子里面。小青看到一人一蛇，气氛紧张，趁霍思潇没注意，弹到飞虎背上。飞虎听懂了小青的信号，纵身一跃，然后嗖一声就跑了。蛇不是怕狗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天让人盯着吴军。是。谈完事，霍思潇进屋把蛇的事告诉宋洛英。那是小青，她也是我们家中的一位成员。这癖好有点独特，不愧是阿潇看上的人，这胆量可不是一般的大。洛洛，你养蛇？我说是小青跟我回来的，你们信吗？一条蛇有这么聪明吗？是挺聪明的，刚才和飞虎配合的，那叫一个好。它会咬人吗？不会，进山采药时在一小洞口发现的，我一伸手它就缩回洞里，挺有意思的。后来它趁我没注意，就跟着我回来了。韩志远感觉自己在听天书，世界上竟有如此灵性的蛇，好聪明。老头子，我年轻那会也遇到一只有灵性的狍子，还给我野果子吃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谁说狍子傻？这不就挺聪明的吗？我怎么就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呢？可能是你人品不行。老医生，你可以说我丑，绝不能说我人品不行。他一个当兵的，人品不行，能过关吗？我说的不是这种人品，而是动物眼中的人品。大家坐在这里聊天，霍思潇则在厨房忙碌。家里没啥菜，他干脆把最后一块腊肉煮了，还做了道蔬菜。虽然只有2个菜，但分量很足，他们几个人吃绰绰有余。很快，一顿饭在欢乐的氛围中结束。霍思潇原本想留在家里陪宋洛英，哪知这个念头刚出，就有人就找上门来了。团长，师长找你有事。军令如山，霍思潇不得不从。霍思潇要去部队，家里女同志居多，韩志远留在这里不方便，也跟着一起去。洛洛，山里太危险，你怎么能3天2头往山里跑？你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让爹娘怎么办？你让爷奶怎么办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对了，师傅给我在医院弄了个工作。什么？你不是才学吗？洛丫头很有天赋，要明看一次就能记住，不但领悟力快，还能举一反三，是个学医的好苗子。好，太好了！我要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让他们也乐一乐。他能说他是作弊吗？不过上辈子邻居爷爷也说他有天赋。3位军嫂上山采药，不料抓住2个特务，并将2人交给了部队。时隔多日，奖励终于下了。师长说工作紧缺，没有空位，干脆给你们1人奖100。知道，这年头的工作一个钉子一个眼，我是运气好才得了供销社的工作，现在又因为师傅的缘故，在医院也得了个工作。这几天我很忙，晚上就不回来了，别去深山。好，我不去深山。胡老看到2人恨不得粘在一起，有些牙疼，又不是不回来，搞这么腻歪干啥？害得他都想开启第2春了。霍思潇聊了一会才离开，终于不用当电灯泡了。涂老松了一口气。洛丫头，你们能不能进屋关上门再腻歪？我们是夫妻，又是在自己家，干嘛要这么小心？师傅，夫妻感情好才利于事业发展。怎么说？感情好，心情就好，心情好，不仅做什么都顺，还身体健康又年轻，您认同吗？涂老一听，可不就是这样，不愧是他徒弟，想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徒弟呀，你师傅我也想找个伴。宋洛英吓一跳，师傅这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才会有这种想法？师傅，您之前不是说一个人挺好的吗？怎么这会又想找伴了？还不是你？为啥怪我头上？我可没惹你。小年轻走到哪都成双成对的，一点也不懂老人家的忧愁。不是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吗？只要合眼缘，找一个也挺好的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涂老一个也看不上。师傅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搞不好你的缘分正在火车上呢。宋洛英只是随便说说，殊不知被他一语成谶。这些都是的。组织讲你的，你们3个1人100，
李嫂子从没想过自己一次能得这么多钱，那些正式工1个月也才30多块，她一下子就得100，哎呦，好激动，咋办？师长说等票下来还会给你们一些票。哇，还有票啊！哎呦妈呀，发了发了！以后别再冲动，上次是运气好，下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你以为客户满大街都是啊？星期天的晚上，宋洛英踏着月色往厕所走去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说话声。她本不想管闲事的，但耳尖的她听到有人提她的名字。你说宋洛英啊，她是挺厉害的，她一人就能扛起一头300多斤的野猪，所以一定要避开她，一旦被她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我们做的事跟她毫无关系，她应该不会挡我们的路吧？跟他是没有关系，但他是军嫂啊，一旦发现你觉得他会做事不管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两道声音很陌生，宋洛英没听过他们的声音，不知道他们要做啥，所以没有打草惊蛇。次日吃完早餐，宋洛英找到李嫂子。李嫂，那边那个房子是谁在住？左边那套是你那个老乡住的，右边是朱燕后面家的男人分的房子。听完这些话，宋洛英排除刘美娇，剩下的就是朱燕一家。朱燕她娘也跟她住吗？没有，人家是京都的，怎么会来这里？不过她婆婆倒是跟她住一起，她婆婆很会做人，在家属院口碑很好。宋洛英摩挲着下巴，难道昨晚说话的人是朱燕的婆婆？你问这些干啥？没啥，就随便问问。她不知道他们要谋划什么，不过警惕一点总是好的。宋洛英找机会跟朱燕的婆婆来了次偶遇，甚至还交流了几句，确定过眼神，那晚的人就是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宋洛英让飞虎盯着她，这几天对方并没有暴露什么，还是跟往常一样该干嘛就干嘛。在想什么？宋洛英把那晚听到的话告诉他，这事你别管，我会让人盯着。我才不想管这些破事呢。对宋洛英来说，这是最好不过了。这几天，她天天祈祷霍思潇早点回来，这样她就能把这个事交给他了。她只想摆烂，但总有事找他，不去管吗？又怕发生不可挽回的事，以后后悔。哎，军嫂好难。工资和票全在这里。很好，讲一个亲亲。只有一个吗？给钱的是老大。宋洛英凑过去又亲一下。现在可以了吧？你们2个能不能顾及一下老头我？您找个老伴就不用羡慕我们了。你以为找老伴很容易？宋洛英抿嘴笑，师傅急了。介绍信，路上弄丢了。您是哪位军人的家属？霍思潇，我是他姥姥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王姥姥以为报军人的名字才能找到人，所以就没报宋洛英的。霍团长，有位自称是你姥姥的老人找你。霍思潇觉得骗子用的手段五花八门，他姥姥的坟头草都有3丈高了，竟然还用这个。那人是骗子，你把人赶走，他若不听就抓起来。我去，你个老骗子！阿萧姥姥早死了，你居然说自己是他姥姥，你咋不说是他祖宗？死老头，你会不会说话？霍思潇的姥姥死没死，老娘不知道，但宋洛英的姥姥肯定没死。堕落，我是姥姥，我来了。土老见状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好像弄错了。你是洛洛他姥姥？我不是他姥姥，难不成是你姥姥？确认清楚，土老懊悔不已，早知道就不这么莽撞了。他是洛洛的姥姥，我先带他进去。好。姥姥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姥姥会出现在这里。王姥姥没回答，而是看向前院的花花草草。洛洛，快把花挖了！你这是属于资本主义享受作风，要不的被人举报是要被批斗的啊！别啊呀的，快动手！这要是被不安好心的人看到就惨了。宋洛英立马跑回后院拿锄头，他力气大，3两下就把院子里的花毁了，甚至就连霍思潇亲手为他搭建的秋千也毁了。多好的院子啊！再好也没用，也得有命享受。土老看着吃了炮仗药的王姥姥，讪讪摸了下鼻尖，这老娘们一点也不温柔。王姥姥对完土老，又开始数落霍思潇：“你是军人，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？几朵野花应该没啥问题吧？你们啊，还是太年轻了。跟你关系好的人，自然不会拿这个事做文章。这要是看不惯你的人呢？你年纪轻轻坐上团长的位置，有多少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姥，幸好您来了。现在知道姥姥好了吧？我们年纪小，很多不懂，有姥姥提醒，我们能避开不少暗礁。洛丫头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在这个档口，还是小心为好。王姥姥对土老的感官很不好，但看在他维护洛洛的份上，也就没跟他计较了。姥，你怎么会来干事？还这么突然？来这边有点事，等2天就回去。啊，这么急吗？不多玩几天？王姥姥打开行李袋里掏出不少东西，有菜油、花生、玉米、干鱼，还有干货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看得土老惊讶连连。这是你娘的，这也是你娘的，这是你奶的，这是你大伯母、二伯母的。辛苦姥了，你老什么都没有，就一身力气，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姥姥都成老腊肉了，你还亲硌嘴不？一点也不硌嘴，我超喜欢。随军后，你这张小嘴倒是越来越甜了。
王姥姥被宋洛英逗得哈哈笑，霍思潇在一旁看得羡慕嫉妒恨，难不成她这张脸还不如姥姥的？别笑了，满脸褶子，丑死了。关你屁事！这老娘们真凶。几人正聊着天，朱燕突然带着一群人从外面窜进来。姥姥首次来到家属院，看到我种的花花草草，说是属于资本主义享受作风要不得，听劝的我3两下就把花给毁了，不料还真有贱人带着侦察队的来举报我。就是这里到处都是花，只有资本家才过这种奢华生活，一定要。朱燕看清不成样的院子，最后一句卡在喉咙里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这怎么全毁了？朱燕不信邪，又跑去后院，见只有一个菜园子，瞬间觉得哪都不好了。小青盘在蔬菜堆里昂头看着这个充满恶意的女人，主人说不能咬人，但这个女人实在太坏了，应该能咬一咬吧。小青灵活地游到朱燕腿边，张开她的蛇嘴，狠狠的就是一口。怎么回事？我被什么咬了？好疼，好疼！带我去医院。我要是知道你说的是宋洛英，我就不来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抓住2个特务的大英雄。你人品不行啊，人家关上门过日子，你却说人家生活奢华，难不成在你眼里乱七八糟的院子叫奢华？朱燕迷迷糊糊地看着侦察队队长，心里不禁涌出一股邪念，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起来，眼睛带着迷情。亲，我要亲一个。妈呀，这是什么发展？徒劳好像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，立马捂住自己的眼睛。王姥姥倒是看得津津有味，啧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抱在一起，太不要脸了。宋洛英则一脸懵，她特意跑来就是为了这一出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能说太牛了。你他妈的，发春找别人去！朱燕没站稳，踉跄一下栽倒在地上，脸色也随之变黑。宋洛英发现不对劲，走过去盯着小青咬过的地方。他被蛇咬了，并且还是毒蛇，必须马上送医院，万一不命就没了。你去把他背到医院。不行，万一他抱着我砍怎么办？侦察队队长一僵，特么的，这个女人有毒。接着他又安排一个老实人，这人倒是听话，二话没说，背起朱燕就往医院跑。他跑得快，背上的朱燕一颠簸，胃里宛如翻滚的开水，难受的不行，直接吐了男人一身，吐出来的脏污臭气冲天。队长，我不行了，就算拖也要拖去医院。男人没办法，只好拖起朱燕继续走。这个朱燕是真可恶，知不知道这样拍一下很疼？老头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涂老不禁感叹，这手劲真不是一般的大。想起宋洛英毫不费劲就能抬起300斤的石头，涂老嘴角止不住一抽，原来力气也会遗传。我只是在院子里种了点花花草草，小贱人却带着侦察队的来举报我，这是资本主义享受作风。从不咬人的小青气不过，对着他的脚上就是来一口。不过小青的毒和寻常的毒似乎有点不一样。让我死！你们别拉我，让开，让开！朱燕力气大，直接把拉他的赵晶甩了出去。贱人，我让你搞破鞋，我让你跟我男人睡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朱燕像吃了兴奋剂一样，攥紧拳头，一拳一拳落到赵晶身上。嫂子，嫂子，救我，救我！这边的动静惊动了院长，他立马喊来2个男人将朱燕拉开。我让你打我，我打死你这个黑心肝的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其他人被赵晶的神操作惊得说不出话。别打了，他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万一出事你就完了。我一个普通医生，容易吗？他要撞墙，我上前拉他，他连我一起打，还把我打这么惨，我怎么就这么难？别哭，等他正常了再找他算账。我的脸有没有受伤？我还没对象的，要是毁了容，谁敢娶我？不行，这张脸不能有事，我去找镜子。赵晶看着小镜子里的自己，她轻轻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脸没受伤。朱燕打了2天点滴，身体才有好转。赵晶来查房，看到她就没好脸色。你不是想寻死吗？河里没盖子，跳下去一了百了。你恨我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朱燕，你就是个毒妇，谁靠近你谁倒霉。朱燕这几天都是昏昏沉沉的，对那天做过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我挖你家祖坟了。滚！等赵晶走了，她问了几个护士，才知道自己做的荒唐事。不可能，那不是我做的。她婆婆乔氏来医院送饭，正好看到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：你又没上山，怎么会被蛇咬？这句话让朱燕的记忆回笼，她眼底划过一抹不甘，就这么让宋洛英逃过一劫，太憋屈了。宋洛英她家后院有蛇，你是在她家受伤的，她理应赔偿。朱燕不缺钱，不想为了这个去找宋洛英。蛇又不是他养的，找他有什么用？不去。你傻不傻的？理应他负责的，为啥不让他赔？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让我去不就行了？那你去吧。乔氏送完饭后就直奔宋洛英家。霍团长家的，你在不在？王姥姥见宋洛英在屋里吃药丸，便走了出去。小贱人带着侦察队的人来举报我在花园种花，我的小青气不过，对着她的脚就是一口。她婆婆得知后不乐意了，还想来找我赔钱。有事吗？
我找霍团长他爱人。我是他姥姥，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。我儿媳妇在你们家后院被蛇咬了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，这些医药费是不是该由你们承担？那个女人带着侦察队的人来我们家搞事，我还没找你们麻烦，你竟然还好意思上门？滚出我们家！赔钱不赔钱，我就找领导做主。走，我们去找领导，让领导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王姥姥才不放呢，碰上这种人，必须一次就让他害怕，免得时不时出来蹦跶，看着碍眼。你不是要见领导吗？我带你去见领导。乔氏说不过王姥姥，打也打不过，他是真的怕了。侦察队的是他知晓一点，真要闹到领导面前，领导不会对他怎么样，但会对他儿子有看法。为了医药费，耽误儿子的前程，不值得。我们不要医药费了，你放开我！下次再来我家闹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前面的给我站住！是你叫我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军人家属，也住在这里面。嘿，你放屁！你当老娘是瞎子？快说，不然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人家，我真的是家属院的家属，不信你问乔婶子。你他娘的，以为伪装一下，老娘就不知道你是东营人？老娘打鬼子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角落里呢？女人心头一震，身份暴露，肯定不能留在这里了。她站起身风一般的速度冲出家属院。站住，站住！前面的同志，快拦住他，他是特务。站岗战士也就一个恍惚的功夫，人就跑得没影了。他追了几分钟，发现女人竟比他还能跑，看来这个人是专业培训过的。宋洛英听到声音，立马让飞虎去追人。飞虎接到命令，四肢像装了风火轮一样，嗖一下追了上去。站岗战士看着超过自己的飞虎，有些郁闷，他现在连狗都不如了。老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认识那个人？他是哪家的家属？我就见过他一次，对他不是很熟悉。你紧张什么？乔氏能不紧张吗？那可是他的搭档，不过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东营人。他真的是东营人。不然呢？乔氏暗暗高兴，幸亏跑了，不然他也会牵扯进来。不过嘴角的笑容还没完全绽开，就看到飞虎咬住女人一只脚拖着往这边跑来。王姥姥不愧为老革命，一眼就识破东营女间谍，但一不小心让她给跑了。不过还好咱们有厉害的飞虎啊！放开我，我不是东营人。乔婶子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不是东营人啊！放开我，我的腿要断了。王姥姥蹲下身按住女人，将她脸上的妆擦掉，露出一张完全陌生的脸，细长眼睛让人联想到了慵懒的波斯猫，眼窝要比华国人的深邃，眉眼之间的距离短，擦掉妆东营人的特征就出来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女人自知瞒不下去了，干脆直面刚，有本事就打死我！哈哈哈，华国人真他妈搞笑，军心不稳，军嫂闹事，就这样还想守住自己的国土，等着被我们占领吧！唧唧哇哇啥，吵死人了！师长听完宋洛英的讲述，也是大惊一下。你是说这个人一直混在家属院？爹，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宋洛英看向王姥姥，老人家心领神会，她抬起下巴，骄傲的不得了。这种小把戏哪瞒得过我的眼睛？老娘当年打鬼子的时候，见多了这种妆容，东营人就喜欢这样伪装。师长眼睛都亮了，原来还是个铁娘子啊！老人家，您贵姓？以前在哪跟鬼子打过？打了好几年，也牺牲了不少战士。以前的事就不提了，你快点审吧。经过2天的审讯，那个女人终于招了。她是东营国重点培训出来的女间谍，这次来华国是要带一批小孩回国，男女不限。她对华国不熟悉，于是便把主意打在乔氏身上。乔氏是个掉在钱眼里的，一听说女娃娃也能卖钱，心思顿时活跃起来。他专挑家里女娃多的，用迷药迷晕他们，将他们卖给女间谍。女间谍还说东营国想将这批人培养成间谍，专门对付华国。霍思潇审讯时，听得想撕了东营国那些狗杂碎。师长听完霍思潇的讲述，拍案大怒：都解放这么多年了，东营国还在背后搞小动作，真当我们好欺负？师长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审乔氏，把孩子们的名字、年龄、特征记下，安排人找回来。至于间谍，先用刑，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待客之道。只要不死，缺胳膊少腿都可以。只剩一口气的时候，把他扔去东营国，这是给他们的警告，也是挑衅。乔氏是朱燕的婆婆，两人关系还行，他们怀疑朱燕也是参与者，便让人将她从医院带出来。你们是谁？要带我去哪里？我是军嫂，快放开我！你他娘的，给老子闭嘴！再嚷嚷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扔到河里喂鱼？我不叫，别扔我！你婆婆说你是人贩子。放屁！我怎么可能干那种缺德事？朱燕都要哭了，她好好的一个市民，咋被人说成人贩子？她以后还要不要见人？我真的不是人贩子，我只是嘴巴爱乱说，但从不做犯法的事。同志，我想接我婆婆。乔氏是人贩子，她卖了10个女孩。啥？朱燕是真的吓到了，她那个逢人就笑，很会说大道理的婆婆居然是人贩子。
同志，我不是人贩子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怕你们查。他们确实调查过，结果正如朱燕所说，他没有参与。这次抓他来也是为了保护他。收到情报，吴军这几天有大动作，他们怕吴军穷途末路时用朱燕的生命做要挟，耽误他们做任务。你在这里待几天，调查完，你若是清白，就放你出去。好，只要1天给2餐，待多久都行。星期天，宋小思不上班，又来找宋洛英玩。王姥姥带着自家2个孙女上山打猎，不愧是老革命，那剑术真是超一流。老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王姥姥看到宋小思才想起还有一个外孙女在这边，她寻思着要怎么说才不会让小思失望。有好几天了，来这边办点事，还打算明天去看你呢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老，好想你。洛洛，你不是要去采药吗？走，姥姥带你去。别看王姥姥60多了，身体其实还蛮健朗的。还有我也去。我也去。还有我。一行人来到山里，感受着微风吹拂脸颊的凉爽，呼吸着带着山林芬芳的空气。王姥姥拿出从李嫂子家借来的砍刀，嗖嗖2下砍了些细树枝，熟练地做了2把简易弓箭。洛洛，姥姥教你射箭。好啊，走，让你亲眼看看姥姥的雄风。雄风不是这样用的，雄顾名思义说的是男性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能用这个字？老娘我不比男人差，什么字都配得上。你一个糟老头子，别在这里唧唧哇哇的，影响心情。你没素质。读书人就是这样，以为自己多喝几年墨水就了不起了，其实屁都不是。土老气的老脸铁青，这老太婆说话好毒。怎么办？他们不会打起来吧？别急，习惯就好。师傅爱跟姥姥抬杠，每次被姥姥气得半死，不知道吸取教训，还越挫越勇。飞虎也在旁边汪汪汪的助阵，他当然是和王姥姥一队的。刚吵完，王姥姥便听到不远处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轻手轻脚走过去，看到兔子在吃青草，她拿起弓箭一拉一松，砰，兔子倒地而亡。这老太婆还真有点东西啊！姥姥，你好厉害，我要是跟你一样厉害就好了。生疏了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一箭能4穿。老，你这样会挨打的，知道吗？老娘经常跟我们说你打鬼子的事，我咋就没传你的大力气？我要是有这么大力气，肯定也能跟老一样厉害。王姥姥嗤一声，不是她打击外孙女，实在她这个性格不行。土老其实挺佩服她的，一个女人跟一群大男人南征北战，没点本事，恐怕早死翘翘了。宋洛英领悟能力强，王姥姥教一次，她就能抓住精髓。宋洛英拉开弓，一松，箭嗖一下飞了出去，刚刚还在蹦跶的野鸡瞬间倒地。很好，非常棒，不愧是我的外孙女。老，我呢？怎么哪都有你？宋小思呵呵一笑，说也要试试。王姥姥将弓箭递给他，宋小思学着王姥姥的样，拉开弓一松，箭唰的飞出。身为老革命的王姥姥教2位孙女射箭，小的一学就会，精准命中目标，大的一学就废。老爷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故意的，我早揍人了。他取出剑，血染红了衣服。宋洛英摘几株止血药，用石头磨碎，敷在土老的伤口处。还疼吗？还行，不过你姐真不适合射箭，她瞄准的明明是正前方，射的时候却偏到姥姥家去了。宋小思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王姥姥瞥了下土老的伤，又淡定收回视线。伤得不严重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哼哼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。宋洛英跟王姥姥对视一眼，有大家伙。宋洛英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野猪就冲过来了。有野猪，快跑！出息！土老吓都吓死了，哪还有心情跟王姥姥互对？快跑！你要干什么？王姥姥没说话，她看了下旁边的大树，瞄准树杈上的位置，就是用力一扔。土老吓得尖叫，他以为自己会摔下去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却发现自己被树杈卡住了。姐，你先上去。宋小思以为他爬不上，要他上去拉，便麻利地爬上去。洛洛，快上来！宋洛英不但没上树，还拿起小锄头冲过去，对着野猪肚子一下，野猪痛得乱撞。王姥姥拉开弓，射中他的眼睛，飞虎又跳到野猪背上，对着他的耳朵一咬。树上的宋小思看得目瞪口呆，好半晌才缓过神。洛洛，你姥姥厉害也就算了，咋洛洛也这么厉害？救命啊！我下不去了。王姥姥看土老的眼神更嫌弃了，这老头子弱巴巴的，一点用也没有。王姥姥熟练地爬上树，踩在粗壮的树枝上，将土老提起来。妈呀，好吓人！幸好跟你们一起，要是我一个人上山，死在山里都没人知道。这一刻，他好羡慕大力气的人。王姥姥瞥了下土老，没反驳。姥姥，这野猪怎么处理？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天黑了再来拿，用来做腊肉。几人找了个隐秘的地方，将野猪藏得严严实实的。4人这次满载而归。他们到家的时候，霍思潇已经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喜欢上山？
山上有好东西啊！今天我们打了一头野猪，姥姥说用来做腊肉。霍思潇不傻，一听就知道野猪还在山上。死野猪有血腥味，很容易引来其他猛兽。放心，师傅在周围放了些药粉，专门对付猛兽用的。他们闻到那气味，肯定敬而远之。王姥姥是个闲不住的。宋洛英跟霍思潇在灶房做饭，她便拉着宋小思将菜种撒到已经浇水的土窝中。徒劳也在旁边帮忙，只不过从未做过农活的他，动作有些笨拙。走走走，别在这里碍事。徒老不听，依旧固执地蹲在地上撒种子。你都撒外面去了，能行吗？臭老头，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搞，又没人说你，干嘛一定要帮倒忙？这是我种的，这地方种出来的蔬菜，我一个人吃，不要你管。随便你。在旁边撒种子的宋小思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霍思潇情商极高，一看两人就知道有戏。吃完饭后，王姥姥叮嘱宋洛英记得把野猪拿回家后，就和宋小思回出租屋去了。天一黑，宋洛英两口子便往山里走。飞虎咬着一块香喷喷的鱼跟在后面，鱼是他自己抓的，但主人家过工，比生鱼好吃多了。两人一狗来到藏野猪的地方，霍思潇掀开盖在上面的树枝，准备扛起野猪就要走，突然听到不远处有说话声，而这道声音刚好是他熟悉的，随后就拉着宋洛英轻手轻脚走了过去。什么？你们派出去的人消失了？是的。没错，他们口中那人正是前几天被王姥姥制服的那个女间谍。这么大一个人怎么会消失？你是不是在耍我？这种事骗你有用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咕噜声传来，两人迅速朝声音的来源处看去。是你吗？才吃饱哪会饿？宋洛英摸了摸肚子，也不是他，难道还有其他人？吴军顺着声音走去，从荆棘后面抓到一个13、14岁的少年。你是谁？少年低垂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指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说话。少年呆呆看着吴军，好像在问：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是哑巴？一个哑巴构不成危险。两人一离开，少年突然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，晕倒在地上。这一看就是癫痫发作。宋洛英走过去，让患者平卧，再将他的头偏向一侧，解开衣领，清除患者口腔内的分泌物。几分钟后，少年就醒了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你是哑巴了。我不是哑巴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故意的。少年沉默着没有说话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山上？少年指着他们藏野猪的方向。你发现野猪了？为啥不叫大人把野猪抬走？野猪是有主的，我不能要，不过你可以给我分一点。宋洛英觉得少年人品不错，发现野猪没想要吞掉，反而在这里等他们。你想要分多少？给1斤就行了。会不会太少？不少，一点也不少。分太多也进不了他的肚子。霍思潇拿起刀，干脆利落地割下1斤肉给少年。谢谢，谢谢。少年鞠躬道完谢就跑了。随后霍思潇拿刀将野猪分成好几块，再用蛇皮袋装好。回到家，霍思潇把野猪切成一块一块的。宋洛英在旁边打下手，把猪肉全用盐腌完，两人才洗澡。播种这么久，应该有收获了吧？这种事急不来，他想来，不用你催也会来；不想来，你催也没用。想要个长得像你的女儿？别闹！霍思潇感觉到宋洛英的情动，眼底划过一抹笑意，一个翻身压住她。没一会便传来和谐的声音。完事后，宋洛英躺在霍思潇怀里，生个女儿也不错。宋洛英想到上辈子有个明星，她不就是生了个自己？不仅脸型和容貌跟她很像，连表情和神态都一模一样。次日早上，霍思潇一到部队，就把昨晚听到的话告诉师长。另一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怀疑他们说话内容跟这次的任务有关。你没有暴露是对的，一旦暴露，吴军就会有所警惕，到那时想抓他的把柄就更难了。他们这么谨慎，不仅仅是为了抓吴军，更是为了他背后的人。谈完这个，师长又问起女间谍的事。女间谍混进家属院，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，得亏老革命王姥姥一眼识破。经过审问后才得知，她竟然是这样混进家属院的。被他冒充的那个女同志找到没有？女间谍第一次来华国，正思索该怎么下手时，便在火车上遇到了来家属院寻亲的李丽。她是王大刚的爱人。女间谍狡猾得很，给点小恩小惠就把李丽感动了。她一股脑把去家属院的事全说了，甚至还知道她跟王大刚结婚不到3天，王大刚就去部队了。女间谍了解一切，没有急着解决李丽，而是先观察她说话的语气跟神态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才对李丽下手。到了火车站，女间谍没有急着出站，而是躲到厕所里先给自己化个妆。说来也是巧，女间谍竟跟李丽有几分相似，只要稍稍软化一下就行了。女间谍利用军嫂的身份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。当时霍思潇审讯完，气得眼眶都红了。这些人为了任务，连无辜的人都不放过，这种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。地方公安局没有找到尸体，我怀疑王大刚的爱人没死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们得给王大刚一个交代。是。王大刚一直在外面做任务，当时还是其他战士去火车站接的人，幸好两人没发生实质性的关系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团长，王震跟人打起来了。
他不是才出院吗？是啊，我拉都拉不住。在哪？训练场。王震，加油！王震，往死里揍他！打，使劲打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嘴欠。你他娘的！我们团长家世好，爱谁的眼了？有本事你也去投个好胎，在这里算什么？本事没有，只会张着臭嘴到处嚼舌根。我们团长做任务九死一生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们团长为了救队员，差点牺牲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王震是霍思潇亲自训练出来的兵，哪怕有伤在身，实力也不比其他团的战士差。那人被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是战士，你们的拳头应该对向敌人，而不是自己人。两人被迫拉开，但王震还是不服气。他论造谣我们团长，难道不该打吗？范团长，你应该比谁都知道，想要爬到团长的位置，得付出多大的努力。很多战士甚至付出了生命，也没爬上去。而你的兵却说我们团长是靠关系才上去的，这话要是传到领导耳朵里，后果有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范志伟是地地道道的草根，他从新兵到团长，中间的艰辛他再清楚不过了。你是军人，比普通人要更懂军人的艰辛，要更懂部队的纪律，而你又做了什么？你以为部队是私人产业吗？家世好，有点关系就能买职位，我看你是脑袋落在家里，忘记带了。舞团的，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敢随意抹黑军人，我会按军法处置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往这边走来的霍思潇目睹这一切，对范志伟的感官挺好的，这是位优秀军人。他跟范志伟打了声招呼，又看向王震，觉得自己很厉害。团长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医生说过最近不能做剧烈运动，而你却把医生的话当耳边风。就问你一句，还想不想在部队待了？徒弟呀，明天星期一，咱们去医院上班怎么样？好呀，师傅。第二日，涂老就带着宋洛英来到了医院上班。